小萝莉第一次开直播就宣布挖宝是最有前途的职业，更是扬言一产就能挖出一个小目标。闻言，直播间观众纷纷哄堂大笑，这小屁孩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就他那小短手，但凡能挖出个小土坑，我直播吃电脑。可当他们看清小奶娃挖出的东西时，所有人都差点把手机扔出去。只见一个1米多深的大洞里，赫然出现了2根手指。卧槽卧槽，这是什么？我不会撞上埋尸现场了吧？说要挖人民币，结果挖出了人民的碎片。一片惊呼声中，乔安安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僵硬的扭头看向旁边的一只鼠鼠，这就是你说的大货？对啊，主人，这对那些野生鼠来说可是一顿大餐啊。说着，鼠鼠陶醉的凑上来闻了闻，然后就被乔安安一把抓起。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他垮着小脸看了眼密密麻麻喊着报警的弹幕，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等警察来，顺便从口袋内拿出一块小饼干跟鼠鼠分享。1小时后，地市警局内，乔安安捧着一个盒饭吃得欢快极了，嚼嚼嚼，谢谢警察叔叔请我吃饭，不过我也帮你找到犯罪现场了，算是公平交易。看着旁边堆在一起的5个空饭盒，队长木子墨嘴角抽了抽，说了句等会我安排人送你回家，就准备转头去忙别的事了。却不知乔安安一心二用，边挥舞着筷子风卷残云，边竖着耳朵听角落里一只鼠鼠的汇报。主人，老大让我们来告诉你，发现那个埋大货的男人了，他身上很臭，还穿着双奇怪的鞋子，尖尖的，红红的。听着几只小老鼠传递来的消息，乔安安心里一动，猛地拉住正要走开的木子墨。警察叔叔，我又想起一条线索。木子墨被他拉得龇牙咧嘴，这小姑娘手劲还挺大。他扭头看向乔安安，你还知道什么？乔安安立刻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警察叔叔，你不知道，我打小就鼻子灵，刚到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埋在下面那味，而是留在那里的臭味。木子墨若有所思，至于他们能不能找到人，就不是乔安安能左右的了。拍了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他觉得今天这次寻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不定下次就能发大财了呢。做完笔录，乔安安一路蹦蹦跳跳的回了家。刚刚打开房门，就看见2只巨蟒正隔着玻璃吐信子，窗台上站着一排小老鼠，双方正在对峙中。口水滴答的青色巨蟒正念叨着姐姐范。旁边的白色巨蟒吐了吐长长的信子，这群二货不能吃，都是主人养着的废物，主人养着我们还不够，养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还不如让我们填饱肚子。回应他们的是鼠鼠们整齐的滋滋声，我们可是能带主人发大财的，不像你们2个吃货。乔安安无语的锁上门。小白、小青听到声音，2只巨蟒扭动着身体看向乔安安。前几天暑期档电视重播《新白娘子传奇》，他们俩无聊趴在窗外偷看，结果就被乔安安请进来了，然后就赖着不走了。主要作用是负责看门。看见主人回家，小青摇晃着尾巴缠上乔安安，主人，今晚吃什么？看着摇头晃脑的小青，再看看空空如也的钱包，乔安安叹气。他之所以到处挖宝，就是为了赚钱养这群活爹。他肉疼的从怀中掏出几个还温热的肉包子，那是他从警局打包了准备当早饭的。吃吧吃吧，谁让我养了你们呢？小青熟练的用尾巴解开塑料袋，咬出一个包子吃了起来，还不忘递给小白一个。平躺在窗台上晒着太阳的小白晃了晃脑袋，表示自己还不饿，然后懒洋洋的朝乔安安吐了吐信子。主人，这群储备粮带来新消息了，说西面有好东西，让你去挖宝。再次听到挖宝2个字，乔安安已经有点心理阴影了。没办法，这些脑袋只有核桃大的线人实在不靠谱。可看了看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还有2条嗷嗷待哺的巨蟒，他咬咬牙，还是趁着月黑风高，背着铁锨，拿着手机再次出发。家人们，我又回来了。刚刚打开直播，就有无数陌生 ID 挤进直播间。乔安安看着飞快上涨的人数，人都懵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看着傻乎乎的乔安安扛着铁锨，无数弹幕疯狂刷屏。妹宝，你还不知道吗？你上次挖出人民碎片的事情被做成视频发到网上，还上了热搜。现在好多人都想来看看你这个倒霉鬼。不是，他怎么就倒霉鬼了？乔安安补了补腮帮子，虽然因为上次挖宝的事情，他的直播暂停，但是他也算因祸得福，在警局里大吃了一顿呢。哈哈哈，主播别往心里去，请你勇敢飞，我看你很行。主播快挖，我很期待今天是什么宝贝，说不定还有惊喜哦。这届网友真好骗，现在直播都是造假，上次的人民碎片说不定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楼上不要自以为是了，那天是我报警的，回执都收到了，怎么可能造假？弹幕实在刷新的太快，乔安安看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索性解下背后的锄头，大家要相信我的实力，根据我的推算，这里肯定有大货。他撸起袖子就开始挖土，不一会就挖了个半米多深的坑。直播间网友早就见识了他的一身怪力，这回嘲讽的声音倒是小了很多，只是声音惊醒了一旁大树上的猫头鹰。咕咕，无聊的人类天天在这里挖土，影响我老人家睡觉。乔安安奇怪的抬起头看向猫头鹰，这位老人家，你可别诬赖好人，我是第一次在这里挖，而且还要挖很久，要不你去其他地方睡觉吧。猫头鹰被他一下扑腾着翅膀，差点直接树杈上摔了下来，摔了一半才想起来自己会飞，赶忙站稳身形。奇怪的人类小家伙，你竟然能和我交流，你挺厉害的嘛。说罢他再次展翅，庞大的身形从树杈上飞落而下，毫不客气地落在乔安安肩膀上。哇塞，妹宝真受动物欢迎哎，看来我们地市生态环境不错，竟然还有猫头鹰。然而乔安安就没那么开心了，肩膀重量加重，不方便他挖土，他只能拼命晃动肩膀，想把这家伙赶走。被晃得东倒西歪的猫头鹰就是不肯走，
还在继续叽叽喳喳道：“别晃别晃，我知道这附近有好东西，我告诉你在哪里。”听到这句话，乔安安瞬间双眼发光。这猫头鹰看起来年纪一把了，应该不会骗自己的吧？他默默按照猫头鹰的指挥，换了个方位继续往下挖。没过多久，锄头落地发出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家人们，出货了，这回肯定有好东西。开心的乔安安拿起手机对准大坑内部，小心翼翼用脚拨开泥土，被掩盖在下的东西一点点展现出真实面貌。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卧槽，这些东西上全是干涸的深褐色痕迹，不会是……很好，大家可以报警了，哈哈哈！妹宝这个运气无敌了，妥妥的2进宫。就问你还有谁，我就说妹宝是全网寻宝第一人。又挖到了犯案工具了。拿着手机的乔安安看着脚下横七竖八各种各样的刀枪棍棒，轻轻的碎了。他只能对着镜头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挥了挥手。直播间内的各位家人们，我要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再见。切断直播的瞬间，乔安安转身就掐住猫头鹰的脖子。你这个沾上毛的坏蛋，为什么要让我挖出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故意的？垂死挣扎的猫头鹰不服气，不断扑腾着翅膀叫嚣着。你才是坏蛋，你全家都是坏蛋。昨天才有人来这里埋东西，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昨天刚刚埋的，今天就被他挖出来了。呜呜，那群死老鼠，他要回家下药，将他们全部毒死。乔安安重生在蓝星后，才发现原主没有家人朋友，还有联系的人只有原来孤儿院的老院长，另外保存的联系人就是才认识的刑警队队长木子墨了。拨通电话，很快就传来了男人低哑的声音：乔安安。这几天连轴转的木子墨还在加班工作，正好抽空趴在桌子上眯了会，就被手机吵醒，看着才保存的手机号，微微蹙眉接听：同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好像有新发现了。你发现什么情况了？你在哪里？还安全吗？我挺安全的，现在在西郊荒山脚下，你带人过来吧，我刚刚直播好像挖到犯案工具了。听到犯案工具4个字，木子墨也懵了。你不会又去直播挖宝了吧？被猜中的乔安安只能尴尬傻笑，不是他想直播挖宝，而是他不会唱歌跳舞，想搞点擦边，身材也不允许，只能干点苦力活，赚点打赏钱，勉强糊口。没办法，今天吃饱不直播，明天就得饿肚子，我只能努力多赚点钱。哎，他是在警局蹭了2顿饱饭，可怜小白小青还在外面打野食呢，要是兜里有钱，说不定还能买2只鸡回家开荤。明明乔安安这般努力，却依旧如此倒霉，再次挖到犯案工具了。很快，警车闪着红蓝色光芒，再次出现在西郊。木子墨坐在副驾驶，远远就看见乔安安蹲在小土坡上，脑袋上还顶着一只喋喋不休叫着的猫头鹰。自认第2次见面就是熟人的乔安安站起身，挥舞着手臂为大家引路。坐在木子墨身后的谢山忍不住低笑出声，这位倒是自来熟，就是有点倒霉。木子墨揉了揉额角，他也感觉乔安安有点自来熟，每天扬着笑脸，对谁都这般毫无芥蒂，实在太过坦诚善良。等木子墨站在土坑边缘，看向各种工具，又再看看一脸谄媚邀功傻笑的乔安安，那个，我真是出来直播挖宝的，警察同志，你要相信我哦。傲视所有人的猫头鹰站在乔安安头顶，张开翅膀，发出嗷嗷的古怪叫声。愚蠢的人类，请臣服在我嚎叫声下吧。不满的乔安安很想将猫头鹰抓下来，只是他死活要待在这里，不肯飞走。别叫了，吵死了。挨训的猫头鹰这个时候才安静下来，瞪着大眼睛，旋转着脑袋环视众人，不得不说有点瘆人。谢山有点被吓到，往木子墨身后躲了躲，小声嘀咕道：老大，这荒郊野岭碰上这只猫头鹰，不会闹鬼吧？回应谢山的只有后脑勺上的痛楚，他闭上嘴，继续与猫头鹰大眼瞪小眼。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回警局吧。2进宫的乔安安无比熟练地坐进警车，他在外面吹着冷风，实在太冷了，死活用抓住扒住乔安安的猫头鹰。这个被乔安安抱在怀里不动，好像一只毛茸茸的大玩具。这个猫头鹰应该是2级国家保护动物，不能带走的。谢山刚刚伸出手，就被猫头鹰猛然扭转的脑袋吓到，他突然张嘴想要啄人，却被乔安安眼疾手快捏住。你乖乖听话，再胡闹就给我滚回树上睡觉。不满的乔安安晃悠着猫头鹰的脑袋，毫不客气地说教起来。竟然还敢袭警，信不信我把你全身上下的毛都拔光？伤人要赔钱的，若是袭警罪名就更大了，他说不定还要坐牢。毕竟现在猫头鹰可比他金贵，至少人家还是保护动物，他却沦落成平民了。挨训的猫头鹰似乎听懂了，用厌恶的眼神瞪向谢山，他默默缩回手，往车门边躲了躲位置，尽量拉开距离。等抱着猫头鹰再次出现在警局内的乔安安，迅速引起大家的瞩目。队长，猫头鹰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不让私人饲养的。老警员刚想科普，就注意到乔安安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圆脸，惊呼道：咦，怎么又是你？完全不知道尴尬的乔安安撸了几下猫头鹰，笑眯眯的点头答应着。啊，这只猫头鹰是证人，等我审讯完就把它放生了，我可不养这些东西，多能吃啊。被嫌弃能吃的猫头鹰再次发出威胁人的嗷嗷声，表示抗议，却被乔安安直接捏住嘴巴。严肃点，你都被警察叔叔们包围了，再乱叫就把你抓起来。哦，这位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谁敢抓啊？傲娇的猫头鹰不服气，但是面对乔安安威胁的眼神，他又乖乖配合一动不动，继续当毛茸茸的玩具去了。看着乔安安这般傻乎乎的小姑娘故意板着脸吓唬着猫头鹰的模样，实在可爱，老警员也跟着露出笑容。小姑娘，这回怎么又被抓了？突然被关心，乔安安略微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尴尬解释道：嘿嘿，没有，都是意外，我不小心又挖到东西了。正在喝茶的老警员噗一声挥洒在桌面上，乔安安略微嫌弃的用猫头鹰挡住。小姑娘，你这运气也没谁了。不怪老警员惊讶，
普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进局子做笔录，没想到乔安安却跟打卡一样按时来报道。想着这2回直播都没赚到钱的乔安安，心情低落，眼眶微红，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我才刚刚开播就中断了，再这样下去，以后连阳春面都吃不起了。说着说着，乔安安那不争气的肚子就跟着咕咕叫起来，心疼的老警员赶紧把私藏的盒饭全部搬出来，献宝般放在乔安安面前，耐心安慰道：那个，我们晚上还有几份盒饭没吃完，你要不要先来点？谢谢。果然人民警察就是现代英雄，我好久都没吃过饱饭了。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乔安安是孤儿，从小学习优异，却没有继续读书，最开始赚钱都贴补给院长了，只是孩子多，好心人却越来越少，在这样入不敷出的发展下，孤儿院也只能关门大吉了。乔安安将老院子安顿好后，就出来打工赚钱了。租住在最混乱的城中村中，除了每天晚上直播挖宝外，白天还要四处打零工。哪怕这样努力，他暂时还没有能力购置一款电动车去送外卖。被众人心疼安慰的乔安安，一边炫饭一边傻笑，说着：没事的，等我赚到钱就好了。扬着笑脸的乔安安看不出半点难过踌躇，他对人类的物欲不太了解，每天只要吃饱喝足就够了。只是除了养活自己外，这里的房租实在高昂，家里还有2只嗷嗷待哺的小白小青需要喂食。等木子墨将所有东西送去检测，赶回警局时，就看见所有人都红着眼眶，无比怜爱的眼神看着埋头干饭的乔安安。队长，你终于回来了，这小姑娘太可怜了，你等会审讯时就别为难她了。为难？她何时为难过？上次一顿早餐就吃了300块，谁来心疼她的钱包啊？小乔，这里还有水果，等会做完笔录，你拿回家吃。老警员心疼乔安安，又从抽屉内扒拉出一袋水果。乔安安眼神热切，内心感动，谢谢叔叔，你真是好人。看着2人泪眼汪汪的模样，木子墨还是板着脸敲了敲桌面，先跟我录口供，你要是还没吃饱，我再请你吃早餐。乔安安身上好像有一种魔力，在看见他清澈的眼神，洋溢着单纯的笑脸，就会忍不住心生怜爱。听到有早餐吃，乔安安用手肘夹着猫头鹰，另外一只手拎着水果，快步跟上木子墨，顺便在心里吸溜下口水。蓝心男人真是优质又善良。御兽星人基本没有性别意识上的歧视，无论男女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只有强者才有资格生存，善良是最没用的东西。所以现在的乔安安很喜欢蓝星上的生活，尤其是善良的人类，还有备受保护的动物们。乖乖配合坐在审讯室内的乔安安，正在无比细致地复述着这次挖宝经历，怀中还抱着那只猫头鹰，时不时嚎叫2声，声情并茂，犹如身临其境。隔壁房间内，木子墨揉着额角，拿着手机观看网上的直播切片，各种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都在打呼主播好惨，哈哈哈之类的无聊内容。谢山从旁边探出脑袋，忍不住惊呼道：这只猫头鹰好像在指挥乔安安挖坑，难不成他真是目击证人？木子墨更头疼了，他很想撬开谢山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没用的东西。就算他是目击证人，你能去审问吗？你能听懂鸟语吗？被木子墨用冷酷无情的眼神盯着，谢山缩了缩脖子，再次坐回位置上，靠着椅子转圈圈，继续发散思维。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乔安安好像可以。隔着玻璃，乔安安还在手舞足蹈地描述着他悲催的挖宝日常。木子墨眯起眼睛，陷入沉思中。等乔安安在笔录上签完字，离开审讯室时，就看见木子墨靠在墙壁上闭目养神。光影重叠下，乔安安能看见木子墨纤长的睫毛，实在令人心动。听到脚步声，木子墨睁开眼睛，依旧锐利的眼神在看见乔安安时柔和了几分，抬手看了下手表，今天时间还早，我请你吃点宵夜，然后再送你回家吧。不仅能吃饱喝足，还能节省公交车费，乔安安十分开心，一直点头，迈着小短腿就跟在木子墨身后离开警局。街边小摊上，乔安安乖巧懂事的作证，还将那只猫头鹰摆放在旁边小凳子上，命令他坐好，不准乱动。木子墨考虑着乔安安的饭量，又加了2份炒饭，才将菜单交给服务员，转头看向瞪着大眼睛的猫头鹰，微微蹙眉说道：这只猫头鹰你要如何处理？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不允许私人饲养，除非乔安安有能力办下各种证件。正摩拳擦掌等着吃饭的乔安安熟练打开餐具包装，还非常贴心将餐具摆放在木子墨面前，丝毫不关心猫头鹰的死活，无所谓般继续嘀咕着，等会丢外面就行，它会自己飞回去的。被无情抛弃的猫头鹰愤怒张开翅膀，想要威胁下乔安安，就对上了他恶狠狠的眼神。闭嘴，再乱叫我就烧点热水把你身上的羽毛全部拔光。幸亏深夜小摊上没多少顾客，无人注意到乔安安这里的异常状况，但是猫头鹰宝宝还是很委屈，小声咕咕咕起来。我是保护动物，保护动物，你敢动我试试？出手稳准狠的乔巴一把捏住猫头鹰的嘴巴，开始疯狂摇晃，晃得猫头鹰整个人都蔫巴才放开手。嘘，你知道这是谁吗？就敢乱叫！蓝星上秩序井然，警察叔叔地位崇拜，乔安安这种外星生物不敢泄露半分与众不同，生怕被抓走被送去做实验。看着2人如此互动，木子墨再次眯起眼睛，好似不在一般，试探道：乔安安，你能听懂他说什么吗？猛然听到这句话，乔安安瞬间警觉，冷汗疯狂从后背涌出，表面却装作波澜不惊，歪着脑袋傻笑起来。怎么可能？这个时候，乔安安将演技发挥到极致，表情无比淡定，除了眼中惊讶一闪而逝外，全程都是憨厚的傻笑。同志，你要相信科学，我只是从小喜欢养各种宠物，比较了解它们的习性，能大概猜测出它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乔安安开始絮絮叨叨讲述起孤儿院内的生活，没有亲人，他非常渴望有人陪伴在身边，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会省下一点点饭菜拿出去喂养流浪猫狗。不过我从小就挺受各种小动物欢迎，这倒是真的。
说到这些悲催往事，木子墨很难再试探下去，只能将各种热腾腾的饭菜往乔安安面前放了放。看着他嘴角挤出的梨窝，默默在心中唾弃自己。冷眼旁观的猫头鹰再次咕咕起来，声音不大，并未引起注意，只有乔安安听得清清楚楚。呵呵，女人的嘴，骗人的鬼！你是受小动物欢迎，明明是我们自投罗网。没错，无论任何小动物都会忍不住好奇，为什么人类能听懂动物语言，让他们忍不住想要探究。好奇心害死猫，也会害死猫头鹰。乔安安压根没搭理猫头鹰，只是自顾自地低头吃饭，时不时再跟木子墨闲聊几句。最近这些事情找到凶手了吗？这些事情乔安安原本是不想问的，但是谁让木子墨实在太过慷慨大方，为了与长期饭票打好关系，他打算再奉上一点点线索给他。还未抓不到凶手前，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追查进度，不好意思了。被拒绝，乔安安也不生气，只是继续捧着香喷喷的蛋炒饭吃着。这次挖坑，我还是嗅到了若有似无的臭味，我怀疑还是上次那个家伙干的，因为那里正好与我上次挖坑的位置相反。很明显，他是想摆脱警方追查，将这些工具全部丢弃掩埋，说不定是想暂时收手。乔安安不懂如何查案，但是猫头鹰说那玩掩埋东西的人类很奇怪，说他穿着非常并不合脚的红色高跟鞋。根据这点线索，乔安安基本可以确定凶手的特点，只是他不敢明确告诉木子墨，只能继续提供线索。臭味。木子墨点头，再次记下，起身付钱，拿出车钥匙，亲自送乔安安回家。乔安安临走前还跟店家索要一点点顾客吃剩下的大骨棒，说要留着回家喂狗。你还养宠物？根据乔安安提供的信息，他租住在城中村，还是与其他人合租中的状态，这种地方基本都不允许饲养宠物的。没有，那边比较乱，外面流浪狗很多，这些大骨棒正好可以给他们磨磨牙，省得一直在外面流窜，影响我晚上睡觉。老旧小区隔音不好，木子墨并未多问，直接开车将乔安安送到小巷路口，再往里车已经进不去了。下车后，乔安安毫不留恋般将猫头鹰丢出，他一边咕咕咒骂，一边张开翅膀离开。整个城中村与繁华都市格格不入，好像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永远维持在脏乱差的老旧环境中，止步不前。这里甚至没有路灯，只能借助微弱的月光看清乔安安消瘦的背影。他扛着大骨棒，手里还紧紧扯着那袋老警员赠送的水果，熟练绕过坑坑洼洼的小路，消失在木子墨眼前。站在车边，木子墨内心升起浓烈的内疚，刚刚应该再给他打包点饭菜的。乔安安看起来实在太瘦了。在拐入黑暗中时，乔安安停下脚步，屏住呼吸，伸出手臂，呼啸的风声在耳边炸响，话痨猫头鹰稳稳落在他手臂上，瞪着那双大眼睛。女人，你又骗人，说好放生，又让我回来干什么？满载而归的乔安安放轻脚步，摸黑回到房间内，才缓缓吁出一口气来，缓缓从被窝内探出2颗脑袋。小青看着猫头鹰就准备扑上来，却被一根大骨棒砸中。你可别吃这只猫头鹰，我留着它可有大用。有点话痨的猫头鹰在被2只阴冷视线盯上的瞬间，绷紧了背脊，默默往乔安安身边挪了挪小爪爪。女人的嘴不仅会骗人，还会骗鸟，我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竟然想把我骗回家喂食了。气愤的猫头鹰开始呜咽起来，声音无比凄惨，又再次被乔安安手动闭麦了。哭个屁，我只是请你来帮忙的，喂蛇你还不够塞牙缝的。小青此时正在啃大骨棒，懒得搭理话痨猫头鹰，倒是小白懒洋洋的吐着信子，冷哼道：我们姐妹还是1级保护动物呢，吃就吃了，谁敢抓我们？饥肠辘辘的小青被乔安安当狗一样喂养着，小白懒得磨牙，再次钻回被窝中。被手动闭麦的猫头鹰也不敢继续折腾了，只能乖乖配合的蹲在座椅靠背上聆听训话。我知道你是城郊那边的老鸟，又是保护动物，没人敢招惹你，肯定认识不少小伙伴。你把昨晚埋东西的男人模样散播出去，让所有鸟类帮我盯梢，发现可疑人士就来找我。你要是干得好，今年过冬所有的粮食我都承包了。乔安安出手大方，又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交流方便，马上就获得了猫头鹰的认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想要个树屋，没有点好处，猫头鹰也不会任劳任怨干活。乔安安只能拿出口袋内的老旧手机，打开 PDD 软件，各种奢华小树屋，还有柔软吊床出现在眼前，看得鸟心痒痒。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你就放心吧，我先走了。乔安安打开窗户，猫头鹰张开翅膀就冲入夜空中，迅速消失不见。等到声音，小白才再次探出脑袋，叹气道：这个傻鸟又被骗了，怕是你手里连鸟窝钱都没有，还树屋呢。被蛇嫌弃的乔安安一点也不生气，直接扑倒在床上，裹住厚厚的棉被，蹬掉鞋子，将小青小白全部挤出去。你们要是有钱，也不会跟我挤在这种破烂出租屋里面，说不定明天直播就能挖到宝藏了。不要急，明天有明天的好消息。棉被被抢走，小青小白愤怒地往乔安安怀中钻去，一人2蛇不厌其烦地被推开，又钻进去，直到乔安安玩累后沉沉睡去。与此同时，飞回城郊的猫头鹰正在夜空中盘旋，不断鸣叫，吓得几位正在勘察现场的警员直冒冷汗。无数飞禽听到伙伴的声音从远方赶来，落在那棵大树上，站得密密麻麻。年轻警员有些害怕，声音颤抖：这些鸟未免太多了吧？都是从哪里飞来的？蹲在土坑边缘，不断将各种物证装袋的警员，眼神波澜不惊的抬起，又快速落下，继续忙活着手头上的工作，完全不在一般。可能就是好奇，想来观摩下刑侦现场。你能拦住人？你能拦住这些鸟吗？年轻警员并未被安慰到，只能用谨慎的眼神继续盯梢。巨大的树干上停歇着无数鸟类，各有不同，大家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好像特别热闹，但是奈何他听不懂。此时，好像领导开会般的猫头鹰站在最高的树杈上，开始发号施令：我的朋友们，刚刚有个能听懂动物语言的人类向我求助，希望我们能去寻找昨晚在这里挖坑的奇怪男人。他穿着奇怪的鞋子，
浑身臭味，身材消瘦，总在夜色下游走。若是谁能寻找到这个家伙，那个人类向我许诺，将奉上大量食物，让我们顺利度过寒冬。只要每天在外游玩时寻找一个人类，就能获得无数食物，让所有人鸟类朋友度过寒冬。这可是难得的好差事啊！人类值得相信吗？你确定我们能获得食物吗？一只鹰隼不屑地起身飞走，他最厌恶人类，不想与这些家伙建立关系。猫头鹰不了解的人类，还能不了解同类吗？我们只是在每天外出时注意下可疑人选，就能获得食物，就算被骗也算吃亏上当，并未损失任何东西。但是若是人类愿意给予我们食物，能救下的伙伴将是无数性命，你还不愿意吗？话痨猫头鹰身为保护动物，在生命垂危时，自然有人类会来救助。至于那些更加弱小庞大的族群，往往并不受重视，在寒冬的考验下，说不定会牺牲无数鸟命。鹰隼在大树上盘旋几圈，最终还是再次落下，算是答应了。其他小鸟们开始叽叽喳喳讨论起来，其中最不起眼的小麻雀抖了抖脑袋，想要张嘴说什么，最终还是缩回脑袋。那个奇怪的人类，他曾经见过，在那个无数生灵都避让的地方，只是他不敢说出口。他是这般弱小，他没有能力保护好所有人鸟类，还是不要声张比较好。猫头鹰在下达完任务后，才让大家离开，再次站在大树上，看着下面紧锣密鼓勘察现场的警员，默默偷听。好了，这里基本没有什么有用的物证了，我们先离开。戴着金丝框眼镜的男人在离开前，仰起头瞅了瞅那只古怪的猫头鹰。翌日天还未亮，乔安安已经从被窝内爬起，因为身边靠着2只冷血动物，他下意识抖了抖肩膀。早知道赚钱那么难，我当初就不应该放弃那份狗屁工作。其实乔安安刚刚穿越过来时，原身还有一份忍气吞声的牛马工作，但是上司的压榨、同事的排挤，还有各种流言蜚语的影响，让他实在无法忍受。原身是那种受了委屈也只能默默哭泣的类型，本来就是孤儿的乔安安只感受过生活的残酷，从未被温暖过，直接选择结束生命。等他穿越到蓝星时，乔安安已经香消玉殒，他却不是那种能吃亏的性格，当晚就把上司套上麻袋，狠狠揍了一顿。几个爱搬弄是非的同事全部丢进垃圾桶里，潇洒辞职，挥一挥衣袖，没有带走丁点补偿款。后来的乔安安因为不够了解蓝星上的生活模式，开始恶补各种知识，天天蹲在出租屋内看电视剧，阅读各种法律知识后捶胸顿足，为什么没有索要 N+1的工资？小白被人丢出被窝，懒洋洋地张开眼睛，好似撒娇般将脑袋搁在乔安安大腿上。姐姐，莫要苦恼，实在想赚钱，今晚我就带着小青去银行。话音未落，就被乔安安熟练捏住嘴巴，再次手动闭麦。妹妹，时代变了，处处都有监控，你们敢去抢银行，我就得去蹲监狱。生活再苦，哪里有他命苦啊？他知道小白聪慧灵敏，完全可以从通风管道钻进银行内部，想要偷窃点好东西不难，只是他怕被抓，破坏这份安宁生活，让他再次成为通缉犯。瞧，星际5星超 A 级通缉犯安默默站起身，伸懒腰，套上工装扶出门了。看着那抹消瘦的背影离开后，小白无奈叹息，再次爬回被窝中，缠住小青的尾巴，沉沉睡去。离开出租屋后，乔安安拿着各种清扫工具，戴着口罩就出门了。这个时间，除了有些睡不着的老人会出来遛弯外，城中村内部的街道上根本连鬼影都看不到，倒是有不少老鼠从墙角下探出脑袋跟乔安安问好。好看的人类，今天好东西吗？蠢货，喊她美人，人类都喜欢被赞美。2只小老鼠互相扭打起来，每天被烦到没脾气的乔安安将一包过期面包丢到2人面前。听到声响，无数小老鼠蜂拥而来，开始抢夺食物。乔安安走到固定位置上，开始打扫卫生，一直到阳光散落时，他才抬起头擦了擦额头上汗水，露出疑惑的表情。每天打扫卫生时，他都是送走那些烦人的小老鼠后，就会有一只长相凶悍的瘸腿猫拦路打劫。看了看时间，那只瘸腿猫并未出现，乔安安有些奇怪，悄悄蹲在墙角小声问道：那只天天来蹲守我打劫的流浪猫哪里去了？已经躲起来的小老鼠们缓缓伸出脑袋，互相传递着消息，很快就有鼠回应。昨天半夜有人来喂猫，鳌拜大人将所有小动物都驱赶走，特别生猛霸气，我都没敢靠近，可能是被人类带走了吧。鳌拜，原来那只瘸腿猫有名字啊。那只猫除了瘸腿外，模样倒是可爱，很符合人类收养的标准。但是鳌拜平时除了爱来打劫它之外，对其他小动物都十分友善，每处捡到各种食物都会分给其他更加瘦弱的流浪猫狗，甚至有老鼠来偷东西，它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伤害其他生灵。乔安安总感觉这件事不对劲，没有多想，扛着工具就往警局出发。等木子墨上班时，就看见蹲守在警局门外的瘦弱身影，他穿着橙色工装，夹着巨大的扫帚，拎着水桶，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同志，不好意思，我好像发现了一些线索，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还是来了。略微紧张的乔安安下意识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但是木子墨眼神却柔和下来。没事，任何线索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先进来吧。带着乔安安再次回到熟悉的警局内，正在泡茶的老警员看见人，直接红了眼眶。哎呦，乔丫头太不容易了，这么早就起来打扫卫生，冷不冷啊？喝点热水怎么样？一会时间，热气腾腾的奶茶就摆放在乔安安面前，老警员还特意去食堂拿了几个包子塞到他手里。手指微微冻僵的乔安安感受到这份善意，感动无比，再次感慨，人类真是善良又可爱的生物啊。这次吃饱喝足后，乔安安没有被带入审讯室，而是坐在木子墨办公室内。同志，我怀疑凶手就住在城中村内。猛地冒出这句话，让木子墨正在翻阅资料的手停下，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向乔安安。他却无比冷静地分析起来。首先，我嗅到过他身上奇怪的臭味，
若是行走在其他地方，这种人肯定会引起注意，只有城中村内最适合他居住，那种破地方永远散发出各种臭味，并不奇怪。其次是在我打扫卫生时，每天都会有一只流浪猫会等我喂食，它叫鳌拜，性格凶悍，对人类警惕性极高，我也是花费无数时间才被接纳的。提起鳌拜，某些曾经的细节才被乔安安想起。这是流浪猫对所有小动物都非常照顾，却对人类极其厌恶，若非乔安安能听懂动物语言，根本无法与它亲近。鳌拜曾经说过，他是从原来主人家里逃出来的，那个男人是恶魔，特别喜欢伤害动物。但是今天我工作完成后，却没有等到鳌拜，他消失不见了。一只警惕性极高且厌恶人类的流浪猫，自然不会轻易靠近任何危险。鳌拜消失不见，极大可能是被人抓走了。在城中村这种地方，没有穷苦人家会好心收养这种性格不好的流浪猫。我怀疑凶手怕被盯上，不敢再轻易出手，才会丢弃那些工具。但是他又按耐不住内心的疯狂想法，才会出来抓捕流浪猫狗。作为替补品，鳌拜才会消失不见。看着乔安安认真分析的模样，木子墨也的配合点头。腐败破烂的环境中，鳌拜缓缓睁开眼睛，他似乎感觉下雨了，眼睛好像湿湿的。可是等他逐渐恢复意识时，只感觉浑身疼痛，才想起他又被那个可恶的人类抓住了。他叫鳌拜，曾经并非是流浪猫，他有温柔的主人。他住在宽敞干净的小院内，每天吃饱喝足后就出门吓唬吓唬小鸟，跟附近的小孩子撒娇，喵喵叫几声就有人伸出手给他按摩。可是那天有个人类打开香喷喷的罐头，他只是靠近嗅了嗅，那种奇怪的香味令他不喜。被猫咪嫌弃的男人站起身，小声咒骂道：死畜生，这么贵的罐头都喂不熟的玩意，活着也是浪费。那个时候的鳌拜并不懂人类言语中的恶毒，他只是继续喵喵叫着，转身就想离开。他只是讨厌这个人类身上散发的臭味，这种令人作呕的味道跟那些廉价的猫罐头一样，令猫厌恶。还未等鳌拜慢悠悠离开，那个男人就直接揪住他的后颈，将他摔晕在地。巨大的痛感袭击让鳌拜丧失了所有力气，等他再次睁眼，就在这个好像垃圾堆般的房间内。经历过无数折磨与抵抗，在他被打断腿后，鳌拜终于找到机会从这里逃走。他没有寻找原来的主人，他也没有离开老城区，他每晚都在监视着那个男人。他开始会捕猎各种鸟类，把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拔毛吃掉，然后再去诱骗各种流浪动物。为了所有人不再上当受骗，鳌拜驻守在老城区内。他像见不得光的老鼠般隐匿在黑暗中，躲在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中，日复一日。原本鳌拜以为生活就是这般枯燥无味，他依旧坚守在自己岗位上。可是城中村内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女人，听说她在家里豢养着2只巨蟒，却可以相安无事。听说她能与动物沟通，帮助不少小伙伴解决各种麻烦，偶尔也会大发善心，将各种食物丢给需要过冬的动物们。最开始鳌拜想要去试探下，那个奇怪的女人只是远远看着，一人一猫无声对峙。最终还是鳌拜先张口：女人，我是来打劫的，放下食物，速速离开，不然我每天都会将你打扫过的地方再次铺满垃圾。那个女人很奇怪，只是痴痴傻傻的笑着，然后乖乖放下各种不着调的食物，各种过期的零食面包，腐败的水果，不知从哪里捡来的臭鱼烂虾。除了固定时间会给他开个猫罐头外，从来没有正经的食物出现过。鳌拜偶尔会生气，露出利爪质问：你难道不知道宠物要吃猫粮吗？只会傻笑的女人这回笑不出来了，她扯了扯嘴角，留下叹息。后来鳌拜才打听到，这个女人似乎很贫穷，穷到吃不起饭那种，跟她一样都是流浪者。她是流浪猫，而她是流浪人。因为这层关系，鳌拜不再嫌弃打劫来的食物，臭鱼烂虾就留给那些老鼠们，饼干碎屑还有小鸟会吃，腐败的水果还能给那些不挑食的傻狗们。至于最好的面包剩饭，自然留给他自己独享。这样波澜不惊生活久了，鳌拜也逐渐放下心来。只是那个男人突然又开始拿着各种罐头在老城区内转悠，鳌拜瞬间警惕，疯狂警告所有动物不准靠近，不准吃那个男人丢弃的食物。最开始男人没有得手，他也疑惑，开始在丢下罐头后在暗处埋伏，最终还是发现了鳌拜的身影。等他发现时，巨大的渔网好像陷阱般将他捆住。也许这就是命运吧。再次回到这个肮脏腐臭的房间内，鳌拜连挣扎的力气都失去了。他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流浪猫，谁会在意他消失不见了？此时此刻，端坐在木子墨面前的乔安安却声嘶力竭地解释着各种情况。鳌拜跟其他流浪猫不一样，他在老城区内是守护神，他不会轻易离开，就算死，他也会死在那片地方。木子墨不懂乔安安这份羁绊与感情，但是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诸多巧合。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我们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才能抓人。不过我会安排人去老城区内排查，只要发现符合要求的嫌疑人，我们就会跟上的。乔安安轻轻叹气，他知道没有任何证据可以锁定嫌疑人。原本这些事情都与他无关，乔安安也只是看在木子墨出手大方，请他吃饭的面子上悄悄透露点线索。可是现在鳌拜不见了，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在人类眼中，鳌拜不过是一只瘸腿的流浪猫，他浑身脏污，性格凶悍，往往是最不讨喜的。那个每天扬着脑袋帮他看守清扫工具，等候食物的小家伙是有点憨厚又爱逞强的猫咪。他从未询问过他的名字，每次在夜色中出门工作，他都知道有双眼睛在黑暗中跟着。其实那只流浪猫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乔安安不说，鳌拜也不会说，两个人的默契无人知晓。简单将各种情况汇报给木子墨后，乔安安就垂头丧气地离开警局。这次竟然都没提要吃饭的事情。木子墨将所有情况看在眼中，马上安排人手去老城区排查，希望能锁定嫌疑人。再次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乔安安快步冲回家，脱下工作服后换上一身运动装，口罩搭配着鸭舌帽，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戴着耳机。小白与小青从被窝中探出脑袋，刚想问问情况，就看着乔安安再次匆忙离开。傻乎乎的小青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还想继续睡，
却被小白用蛇尾狠狠抽了一下脑袋。似乎出事了，我们出去看看情况吧，说不定姐姐需要我们帮忙了。每天白吃白喝总是不好的，小青能这般不要脸，小白却不愿意，灵活打开窗户，露出小小的缝隙，直接钻了出去。被冷风吹着才清醒过来的小青不情不愿地跟着离开。快要冬眠的时节，她实在不想离开温暖的被窝。唉，蛇也不容易啊。瞧，星际5星超 A 级通缉犯安，曾经是 N91星系内悬赏最高的罪犯。他跟其他御兽族人不同，他愿意用心感化强大的兽族，成就彼此，帮助他们完成心愿。曾经他也惩罚过无数身怀罪恶的外星种族，但是在这个和平的蓝星上，他不想再挑起任何争端，他想成为普通人。可是鳌拜的失踪让他心头涌起愤怒。生而弱小并没有错，强大的人类更应该心怀仁慈，但是往往总有败类会将手伸向弱者。此时此刻，站在城市内最破旧的地方，乔安安一声口哨而出，无数隐藏在暗处的小动物倾巢而出。奇怪的人类，怎么了？为什么召唤我们？一群群小老鼠隐匿在乔安安脚下的无数乌鸦张开羽翼，盘旋在头顶。鳌拜不见了，他肯定还在城中村内，你们去找，谁最先发现线索，必有重赏。拎着的塑料袋被丢出，各种宠物粮散落在外，全部小动物疯抢分食。乔安安躲开摄像头，再次转身离开。无人在意的流浪猫却是他的逆鳞。在强大的联合出击下，很快就有消息传递而来。有只野狗跟鳌拜相识多年，他非常熟悉鳌拜身上的味道，在某栋废弃的垃圾场外似乎有残留。垃圾场，那个男人身上有浓重的臭味，在那种地方会也阻隔犬类的追踪。我知道了，你们散了吧，明天我会将食物打包好，丢弃在你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乔安安想要离开，却被野狗拦住去路。瘦骨嶙峋的家伙，脸上还有长长的伤疤，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但是他依旧呲着锐利的犬牙，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我们不需要你回报食物，这里需要鳌拜，他并不是没有朋友，我们感谢你。奇怪的人类，谢谢你愿意帮我们找回鳌拜，这个家伙也很喜欢你的。乔安安冰冷的眼神一点点融化，他嘴角终于再次上扬起来。我不是奇怪的人类，我也有名字，我叫乔安安，这是孤儿院院长给他起的名字，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长大，不像曾经的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串冰冷的数字。乔安安伸出手揉了揉野狗的脑袋，跟随在他身后小白小青爬出，巨大的身躯震慑着所有动物走。我们要将这位迷路的朋友带回家。回家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小白晃了晃尾巴，小青为了省事，直接缠在乔安安腰身上，隐匿在宽松的运动服下。等乔安安靠近那座废弃垃圾场时，巨大的臭味撞击着他的嗅觉，甚至有点辣眼睛。在周围转了2圈，确定没有任何摄像头后，他才悄悄从一处残垣断壁中爬了进去。无数腐臭的垃圾发出刺鼻的臭味，踩在上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软烂沾染在裤脚。乔安安屏住呼吸，在无数垃圾中隐匿着身形，继续往上爬着。高耸的垃圾堆砌在2楼某处敞开的窗户处，乔安安丝毫不在意任何脏污趴在垃圾上，探出头勘察情况。哪怕是白日，废弃的残破房间内也是黑洞洞的，除了无尽的臭味，没有任何声响。小白，你悄悄潜入看看有没有人。游走在垃圾缝隙中，小白很快消失在黑洞洞的房间内。乔安安浑身放缓，就连呼吸的频率都逐渐变慢，他像在等待猎物的猛兽般潜伏在暗处。很快，小白再次回到乔安安身边，吐着信子：姐姐，这里没有人，但是却有几个崭新的冰柜，很奇怪，我看见了那个瘸腿猫受伤了，被丢在天台上。就在乔安安准备进入房间，爬上天台将鳌拜带走时，废弃的大门吱嘎吱嘎被人推开。消瘦男人弯折着背脊，小腿无比纤细，穿着黑色丝袜，搭配着一双破旧的红色高跟鞋。看着那抹身影摇摇晃晃走入残破的房间内，乔安安双眼眯起，瞳仁紧缩。我真有点生气了。冰冷的声音在嘴角呢喃而出，就消散在臭味中。乔安安未动，继续趴在垃圾中。很快，房间内响起各种动物的叫声，无比凄惨。就在这个时候，乔安安撑住窗口，轻轻跃入。她身形瘦小，行走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脚尖点地，像一只优雅的猫咪般行走在无数垃圾中。御兽族不仅能聆听各种兽语，自然也可以学习所有兽性。他此时就如一只灵活的猫咪般缓缓靠近。男人站在脏污的房间内，拿着长长的针头肆意在浑身流血的大狗身上猛刺，听着逐渐减弱的呜咽声，他好像感觉无趣般丢下手里东西。还是那些女人更有趣，嘻嘻，一边厌恶咒骂，一边又不断跟我求饶，哈哈。只可惜最近不能再玩那些游戏了，真是难受。无法压抑的疯狂想法让男人浑身瘙痒，他只能又在大狗身上踩了几脚。就在大狗已经要放弃希望时，他双眼骤然亮起，一抹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男人身后。喜欢玩游戏吗？不如我陪你，如何？宽松的运动服掩盖住身材轮廓，口罩遮挡着面容，鸭舌帽下，乔安安眼神冰冷。听到这般娇俏的声音，男人猛然回头，手中竟然还捏着一把手术刀，直接划过乔安安，好像早有准备一样，翻身跃起，再次无声无息落地，甚至都没有溅起任何尘土，指甲一点点变长，弯曲，露出锋利的弧度。我最喜欢做游戏了。为何他会成为星系内令人闻风丧胆的罪犯？就是因为他喜欢玩游戏，追猎是动物的本性，围剿、厮杀都会成为游戏过程中的乐趣。女人，我最喜欢跟女人玩游戏了。男人以为乔安安赤手空拳，并未放在心上，可是当指甲刺入皮肉，倒钩撕扯着血肉时，他才发出哀嚎。听到男人的声音，已经逐渐脱离的鳌拜再次涌起生的欲望，不断挣扎起来。腰肢柔软到不可思议的乔安安再次利爪刺入男人胸口时，他却开始求饶了。
腥臭的血肉残留在乔安安指尖道沟上，他嘴角却洋溢起灿烂的笑意，水盈盈的眼眸却只有一片冰冷。他是拾荒者的儿子，诞生在这片垃圾堆内。他的母亲是个无辜却智商有限的女人，在生下他之后就更加疯癫了，很快就被所谓的父亲掩埋在垃圾堆下。伴随着他一点点长大，每天只能看见那个令人作呕的男人躺在垃圾堆内，喝着捡来的各种酒水酣睡。但是他却始终记得一句话：垃圾可是好东西，因为恶臭，所有人都远离这片地方。在这里不仅有垃圾，还有腐烂的罪恶。是的，在这里不仅掩埋着垃圾，还有人性。比如他的母亲就在这堆垃圾下腐烂，等他再长大点，他的父亲也被他亲手掩埋在下面。可是他并不想成为垃圾，所有人都厌恶着他身上的臭味，无论他如何洗澡，那股臭味就像融入在他的血肉中般，无法驱除。因为从小只能靠着捡垃圾吃，患有严重营养不良，身形瘦弱，还有脊柱炎，背脊越来越弯曲，再加上身上的臭味，所有人都对他避如蛇蝎。原来有些人生下就没有资格卑微生活。他厌恶这个世界，可是却没有勇气死去。他不想像父母一样在垃圾堆底下腐烂发臭，可是生活太过孤单，活着太辛苦。他想寻找一个能永远留在身边的家人。最开始他收留了一只流浪狗，但是那只狗却不肯进入垃圾堆内生活，最后被他用链子挂在了房间内。然后是无数小动物成为他的玩具，他喜欢看着他们挣扎求饶，最后奄奄一息。那天深夜，他正在小路今天等候猎物，却发现一个喝醉酒的风尘女人摇摇晃晃走过来。在这种破烂地方做皮肉生意的女人不少，不知道为何他突然心动了，他也想试试。可是当他靠近时，那个喝醉酒的女人却不断退后，嫌恶地捂住口鼻，让他滚远点。他很生气，趁着女人转身想跑，用狗链子将她也带回家中。这场游戏正式开始，他每天会努力捡很多干净的食物回家，给女人喂饭、洗漱，给她换上各种漂亮的衣服，坐在她身边聊天。虽然那个女人被他堵住了嘴巴，但是他还是很开心，有人等着自己回家，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只可惜女人最终违反了游戏规则，她要逃跑，想报警，想永远离开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改变游戏规则。他用各种手段折磨这些女人，只希望她们心软，愿意心甘情愿留下。可是哪怕付出生命作为代价，这些人也不愿意永远陪在他身边。他很伤心。此时此刻，他躺在地上，那些早已习惯的恶臭让他无比窒息，他只能努力大口喘气。乔安安冷冷站在男人面前，眼神冷淡，竟然意外没有厌恶。你为什么会走进这种地方？你不嫌臭吗？曾经他用尽各种手段，就连一只小动物都不愿意留下，可是乔安安却主动走进这里。因为这里有我的朋友，别说臭了，刀山火海，千难万险，我都会来。乔安安转身上楼，在冰冷的阳台上找到鳌拜，他浑身毛发都被血污浸透，打结般粘在一起。爱逞强的家伙，下次碰见麻烦要学会求助啊，我们不是朋友吗？鳌拜以为自己快死了，竟然会出现幻觉。他似乎看见乔安安站在面前，在他不可置信时，那双温柔的手掌将他抱起，揽入怀中，似乎所有的臭味都在消散。他只能嗅到乔安安身上令人安心的味道，让他忍不住想落泪。在乔安安抱着鳌拜下楼时，那个男人用更加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他。你冒险进入这种臭气熏天的垃圾堆内，只是为了寻找一只流浪猫。他曾经以金钱诱惑，以性命要挟，用尽手段，却依旧无人愿意踏足这里。但是乔安安却仅仅因为一只流浪猫，就愿意在垃圾中攀爬翻滚，哪怕满身脏污，用细白的手指拨弄开鳌拜身上的毛发，让他亲眼见证这个家伙的凄惨模样，算是报仇了。他可不是流浪猫，他是鳌拜，我的朋友，懂吗？说到这里，乔安安忍不住低笑起来。想必你不懂，因为鳌拜会在每个人日出前蹲守在他的门外，陪着他一起出去打扫卫生，然后再假装出来打劫，索要食物。他是一只温柔的流浪猫，他是老城区内所有小动物的守护神。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男人在犯罪，但是他依旧风雨无阻去盯梢，他生怕其他人跟他一样受到伤害。鳌拜温柔、善良、聪慧又强大，那些凶悍不过是虚假的逞强，谁能不爱这样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呢？诱骗来的感情只有谎言，不要给你犯下的罪恶披上悲惨的外衣，因为你被人厌恶，你就想强制性要求其他人顺从你，不过是你只能欺负弱者的伪装。好像无比骄傲般，乔安安将鳌拜高高举起。再看看我们鳌拜大人，他被你伤害，却选择继续留下，不想其他小伙伴惨遭毒手，经历他经历过的痛苦挣扎，这才是真正值得被爱的。搂着鳌拜，扛起那只受伤的大狗，准备离开时，小青从乔安安衣襟中钻出脑袋。姐姐，垃圾留着也是浪费，不如给我吞了吧，我不嫌它臭。乔安安无奈将小青的脑袋摁进怀中，忍不住翻白眼。什么垃圾都吃，早晚会害了你。要是小青生病拉肚子，说不定还要看医生，岂不是更花钱？倒不是乔安安善良，只是他不想招惹上麻烦。既然锁定了目标，只要想办法让警方调查到这里，这个家伙早晚都得死，却不能死在他手上。好不容易摆脱通缉犯的身份，他可不想再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大狗受伤严重，乔安安只能咬牙将它送到宠物医院。至于鳌拜，虽然看起来可怜，但是都是皮外伤，简单包扎下，回去继续上药，养着就行。这个时候，靠在乔安安怀里，鳌拜哼哼唧唧地撒娇着，看着他忍不住发笑。算了，谁让我们城中村的保护神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没办法，只能继续宠着了。不想招惹麻烦的乔安安把大狗送到宠物医院，又搂着包扎好的鳌拜回家。等乔安安打开房门，只感受到一股股寒意，差点当场哭出声来。你们溜出门竟然不关窗户！小白直接钻回被窝里面，假装没听见，只有傻乎乎的小青探出脑袋。我们又不会关窗户，我们只是蛇啊！乔安安被气得浑身颤抖，没办法，
他没钱交暖气费，房间内这点热乎气都是靠蹭隔壁房间的。算了，我要出去洗澡，身上实在太臭了。你们两个照顾点鳌拜，他好歹算是病患。找了一个纸壳子，用几件旧衣服勉强垫了下，就把鳌拜放入其中。这身沾满脏污的运动服不能再留着，这里是蓝星，毁尸灭迹很重要的。又换了一身衣服，乔安安拎着洗漱用具直奔澡堂去泡澡了。这身臭味他实在无法忍受了。等他热气腾腾从浴池出来时，就注意到今天老城区内出现不少陌生身影。为了不引起注意，乔安安快速回到家里，还贴心又买了2包羊奶，外加1袋猫粮，最后只能给自己拿了几桶泡面。再次推开房门，就看见小青将脑袋搁在纸壳箱上，目不转睛盯着鳌拜。这只在外面威风凛凛的野猫，这个时候却不敢乱动，缩在角落。你盯着它干什么？蹲在纸壳箱旁边，小青才懒洋洋甩了甩尾巴。你不是让我们照顾病患吗？我在这里看着，怕它突然嗝屁了。躲在角落的鳌拜缓缓松了一口气，总感觉保住小命了。你要照顾病患，麻烦把口水收收。不知道你还以为你准备吃了鳌拜当晚餐。乔安安提溜起小青，将它塞回被窝里面，熟练打开包装，倒了点羊奶，放入纸壳箱内。你先喝点奶，等你养好身体，再出去保护其他小伙伴，要乖乖听话才是好宝宝哦。宠溺地揉了揉鳌拜的长毛，乔安安也累了，直接爬回被窝里面开始补觉，一直到天色全黑时被敲门声惊醒。小乔，你起来下，居民委要普查人口信息，让我们出来登记下个人信息。听到隔壁小姐姐的声音，乔安安才揉着眼睛打开门，看她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模样，房间内也没有开灯，大家也没有在意，都拿着身份证聚集在门口。怎么又突然来人口普查了？还怕我们谁偷摸生孩子吗？几个女生站在门口互相调侃，外面正在记录的几位年轻人都有点尴尬的涨红着脸。没办法，这里是城中村，但凡能找到体面工作的人都不会留在这里破地方。那几位女生都是在夜场上班的，对其他人的歧视早已习惯，甚至已经可以不在意的自我嘲讽了。这个年代谁敢乱生孩子啊？我要是有钱，宁愿先养好自己，我连宠物都不养，谁也甭想花我1分钱。说话间，隔壁房间的小姐姐斜眼看着乔安安，突然问道：我总听到你在房间里面自言自语，你是不是养宠物了？乔安安如鲠在喉，歪头露出疑惑的表情。我没有自言自语，我只是在直播。这个时候，小姐姐才猛然想起，乔安安好像是在直播挖宝，经常在深夜奔走在外。门外登记的工作人员听到这里，用怀疑的眼神扫过乔安安，他只能硬扯出一抹傻笑。1分钱难倒英雄汉，若是有钱，乔安安绝对要搬出城中村，找个隔绝人类、远离市区的农家小院居住，至少让小白小青不用天天缩在被窝里面躲避所有人的视线。就在这个时候，楼上传来脚步声，谢山穿着便装出现。乔安安，一脸惊喜的谢山看向乔安安，露出憨厚耿直的笑容，继续说道：没想到你就住在这里啊！对了，我们老大也来了，要不要晚上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啊？谢山也知道乔安安的凄惨身世，非常热情的散发善意，却让乔安安有点为难。若是平时听到吃饭这2个字，就算腿断了，他都能奋力爬过去。可是现在，他刚刚出手解决了那个男人，就会鳌拜，他生怕站在木子墨面前会露馅。倒是身边的几位女生碰了碰乔安安肩膀，小声嘀咕起来：快答应，这种优质男在这里可少见，能巴结上一个算一个，说不定以后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如何练就出这份火眼金睛的本事，只看一眼就知道谢山不是城中村内的人。我还在配合检查。乔安安想扯谎，却被谢山的热情打断。没事，乔安安不用登记了，他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人口普查算什么？不过是登记下基本信息，但是乔安安从小到大的档案都在队长手里呢，没人比他更清白了。既然如此，乔安安只能转身回去换了件衣服，跟着谢山离开。一直走到小巷尽头，才看见隐匿在黑暗中警车。木子墨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到脚步声才睁开眼睛。队长，我刚刚去调查，正好看见小乔了，等会带上他一起去吃饭吧。与没头没脑的谢山不同，木子墨起身揉了揉额角，才在路灯下露出那张帅气逼人的脸庞，眼神依旧锐利地扫过乔安安的打扮，幼稚的毛绒外套搭配着乱糟糟的头发，很明显才刚刚睡醒。还没吃饭，低哑的声音回荡在乔安安耳边，他咽了咽口水。妈耶，这个男人太色气了。原本打算不点叫，晚上再去直播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谢山打断，他一脸哀求道：小乔，哥哥求你了，暂时先别直播了，再挖出什么东西我就彻底废了。我已经3天没回家睡觉了，我实在不想再加班了。这个时候，乔安安才注意到2人神情疲惫，眼下都有一片青黑。你要实在没钱吃饭，我给你赚点，行不行？回答谢山的只有木子墨的巴掌声。胡说八道什么呢？乔安安看着谢山傻乎乎的模样，露出浅浅的梨窝。人类真是善良又可爱的生物。对于查案的事情，乔安安也不懂，只是傻乎乎的跟在木子墨与谢山身后，穿过老城区内坑坑洼洼的小路后，才跟更多人汇合。看着大家虽然疲累，但是依旧认真无比的表情，乔安安只是不断从口袋内掏出各种小零食，碾碎后撒给那些不断探出小脑袋看八卦的小家伙们。正在探讨案情的木子墨用余光扫过，就看见乔安安蹲在角落，伸出白净的手指弹了弹小老鼠的脑袋，又给他塞了几个花生后，才假装若无其事般站起身来。木子墨下意识想阻止，老城区内脏乱差，老鼠又多，这些生物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可是看着乔安安无比熟练地从口袋内拿出消毒湿巾，将手指擦干净，他才将嘴边的话咽下去。好了，今天先到此为止，时间也晚了，再去打扰其他居民也不方便，我们先撤。今晚我请大家吃饭。队长主动要请客，大家都小声欢呼起来，互相摩拳擦掌，
准备大吃特吃一顿，却突然听到木子墨腰间对讲机内发出滋啦滋啦的电流声。队长，队长，有发现？木子墨刚刚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姿态慵懒地靠在墙边，现在却瞬间全身绷紧，快速拿起对讲机。收到，你们在什么地方？不要贸然行动，等候我们抵达。这个时候，木子墨也无暇顾及乔安安，拿着对讲机，转身就再次进入城中村内部交错复杂的小路上。队长，按照线索，我们发现，在城中村最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座废弃的垃圾场，这里因为手续不合格，已经不允许再回收垃圾进行处理。可是附近居民懒得绕路出去丢垃圾，依旧将各种东西直接丢进围墙内。我们巡查到这里也并未在意，可是我在对面楼采集信息时，不经意间发现，在垃圾山内部竟然有一栋破旧的2层小楼，竟然亮着灯，各种垃圾不断在这里腐烂，造成了巨大的味道。刚开始他们这队人也选择绕路避开，正常人谁会住在这里垃圾山中？这味道熏都熏死了。可是他偏偏有种古怪的感觉，按照线索，凶手身上可能有强烈的臭味，他就多心观察了一下，正巧看见那抹微弱的光亮。此刻所有线索串联到一起，让他浑身战栗，马上拿出对讲机联系队长。因为老城区内街道杂乱，非常容易拐入死胡同，没有办法，乔安安只能帮忙引路，这才赶到隐藏在深处的废弃垃圾场附近。刚刚靠近，谢山就无比嫌恶地捂住口鼻，卧槽，这都是什么味道？这附近竟然还有人居住。乔安安虽然也不喜欢这种臭味，但是他早就习惯与各种兽族一起生活的日子，大部分兽族身上就有极重的体味，他还是能搂着这群可爱的家伙们把酒言欢，倒是无所谓。我这里有口罩，你先戴上吧。身为一名尽职尽责的环卫工人，他身上有这些东西也很正常吧。木子墨有点洁癖，但是在办案过程中，他却始终没有露出任何表情，倒是看向乔安安，微微点头致谢，接过口罩戴上。联系后勤部，这里实在太脏了，至少要穿上防护服再进入，不然小心会得病。已经亲自经历过的乔安安配合点头，的确很脏，这种地方老鼠路过都不想进。就在等候时，乔安安小心翼翼往后撤，假装很怕臭的模样。倒是木子墨有些于心不忍般说道：“今晚应该不能去聚餐了，你先回去吧，里面说不定有危险。”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乔安安火速离开，看着逃命般奔跑着的背影，木子墨再次怀疑性地眯起狭长的眼眸。之前去警局提供线索时，乔安安非常紧张那只叫鳌拜的流浪猫，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在一般，直接转头就走。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木子墨现在无暇顾及，只能继续安排人手将垃圾场围起来。等所有人穿戴整齐后，木子墨才领着人一点点爬入垃圾堆中。谢山是所有人中最崩溃的那位，他倒不是洁癖，只是从小养尊处优的小少爷，感受到防护外黏糊糊的感觉，让他浑身难受，时不时还有各种虫子爬过，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任何气味在这种臭味的掩盖下都会被忽略，一直到大家无比艰难跃入那栋破烂不堪的2层小楼中，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脏污看不出墙面的房间内悬挂着无数骨架，大小不一，似乎是各种动物的残骸。这特么是炼狱吗？谢山扶着墙想吐，又不想弄脏防护服，只能强忍着。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木子墨没有打草惊蛇，点亮手电筒，一点点挪动着，小心翼翼靠近光源。等木子墨完全隐匿在黑暗中，他在拐角处远远看见，似乎有人靠在墙壁搂着什么东西，正在低声咒骂着。谁都未曾怜爱过我，凭什么要我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凭什么？凭什么？那个用各种破布拼凑在一起的畸形娃娃无比丑陋，却被他小心翼翼捧在怀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一样爱我？木子墨注意到，男人身上正在流血，无数伤口裸露在外，细长幽深，翻出的血肉带着脏污，像他这个人一样，正在一点点腐烂。听到脚步声，男人才缓缓抬起头，哪怕是如此简单的动作，也耗费了巨大的体力。终于来了，我受伤了，那个女人是怪物，她竟然袭击我这个可怜的拾荒者，丑陋卑鄙，下贱的女人就应该被我全部杀掉，她们才不无辜，她们是罪有应得，她们从未尊重过我。这些垃圾就是男人最好的掩护，所以他在这里杀戮从未有丝毫掩饰，到处都是各种证据，包括曾经遇害的几位女性的私人物品都随意丢弃在房间内。木子墨挥了挥手，马上就有人上前拿出手铐，准备将人带走。就在此时，男人猛然瞪大眼睛，好像见鬼般从背后掏出长长的针头。男人挥舞着废弃的医用针管，好像陷入幻觉中，不断疯狂喊叫着，时不时大笑又悲伤哭闹。哈哈，那个女人是鬼，是鬼，是那群该死的动物向我复仇了。我不怕，我谁都不怕，你们又怎么能奈何我？我在这里就是王。掩盖在脏污下，男人那双眼眸从灰暗逐渐明亮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掩盖在脏污长发下那张脸竟然无比清秀漂亮，但是同样奇怪，他又身材干瘦，很明显的男性特征，却有一双纤细的长腿，整个人就跟他怀中搂着的畸形娃娃一样，处处透出诡异。队长，他这样疯疯癫癫的模样，我们没办法靠近。这种废弃针管不知道曾经沾染过什么病毒，倒不是大家怕受伤，只是危险性太高了。就在木子墨犹豫要不要安排麻醉针时，一声液体打破宁静。窗外原本还能透出一丝丝月光，此时却完全被遮盖住，无数黑色乌鸦停倒在窗框边缘，一排排站齐，发出瘆人的叫声。谢山有些害怕这些东西，悄悄躲在木子墨身后。这个男人是不是毛毛要找的家伙？臭烘烘的，穿着奇怪的鞋子，应该就是他了。嘿嘿，找到了，找到了！因为发现目标人物，乌鸦开心地拍着翅膀，却把原本疯疯癫癫的男人吓坏了。来了，来了，恶鬼要来索命了！你们这群卑劣的动物，凭什么获得别人的喜欢？凭什么我不可以？哈哈，无所谓。我才是这里的王，我是王，我不会让你们欺负我的。
疯癫的笑声戛然而止，长长的针管被男人刺入脖颈中，他动作快准狠，没有留下任何余地，颈动脉破裂，无数鲜血涌出，瞬间染红了那个畸形娃娃。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却在最后生出一声叹息。如果有来生，他想当个被人疼爱的小孩。木子墨是最先冲过去的，这种情况任何急救都来不及了，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安排救护车赶到。但是将人运送出去又遇到难题了，这些垃圾山根本无法越过，只能让警员抬着担架一点点将人移出去。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心跳。此时，一只乌鸦猛然落下，踩在男人尸体上。咦，这个家伙死掉了，还能换食物吗？盘旋在上，无数乌鸦发出悲鸣，恨不得俯冲而下叼住男人的尸体。谢山满脸无奈，只能上前驱赶。无论如何，这群乌鸦都不肯离开，一直到他看见熟悉的身影。咦，队长，那只猫头鹰眼熟不？上次乔安安乘坐警车时就抱着猫头鹰，当时谢山在旁边观察许久，尤其是他身上那撮白毛非常显眼。木子墨再次蹙眉，今晚奇怪的事情太多了，他现在还没有整理出任何头绪。你认识？谢山不确定，只能摇了摇头，当作是自己想太多了。在猫头鹰的召唤下，这群乌鸦才不甘心地离开。没有乌鸦碍手碍脚，很快就将男人送走。木子墨却没有离开，他始终站在垃圾场外围沉思。队长，队长！在谢山无数声呼唤下，木子墨才慢慢回神，开始脱下防护服，吁出一口气来。让法医尸检看看，那个家伙身上的伤口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根据经验来看，如此尖锐纤细的伤口还带着倒刺，并不常见，反而真像动物留下的。队长，这些垃圾下面说不定还掩埋了其他东西，我们要不要全部清理掉？巨大的垃圾山，若是想要全部处理干净，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但是谢山却不在意，他自然有自己的小办法。木子墨听懂谢山话语中隐藏的含义，这个时候才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点头说道：交给你处理，可以吗？谢家有钱有势，其中产业无数，垃圾回收这些淘金的买卖自然也有涉猎。放心，这种事情交给我处理，绝对没问题。今晚发生了无数事情，这下终于落下帷幕。木子墨带人赶回警局，大家首先都去洗漱换衣服，那股臭味好像挥之不去般，让大家连吃饭的食欲都没有了。木子墨最先回到办公室内，却看见老城区内的基层工作人员一脸愁容，跟警员解释着。怎么了？年轻警员也是一脸为难，轻声说道：队长，无法确认死者身份，这种纰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城中村内又好像比比皆是。他是幽灵户口，查无此人的状态，倒是能找到他父亲的身份信息。翻开老旧的档案，手写记录模糊，需要非常仔细查阅才能看清楚，还不如工作人员口述的清楚。张武不是武术的武，就是12345的武，他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就是最底层的拾荒者，原本是给那家废弃垃圾场干活的工人，因为审查不合格后，老板直接走了，那对夫妻就留在里面继续生活。生下张武后，倒是报来登记过信息。后来他父母双亡后，还是继续靠着拾荒捡垃圾生活。我们倒是想帮忙处理那些垃圾，但是张武却不肯配合，说那些东西都是他的私人财产，不准我们乱动。随着时间流逝，附近邻居也嫌弃臭气熏天，为了报复，为了省事，将更多垃圾丢进张武家里，导致情况更加严重。谁也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就任由那里继续下去，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除了张武外，你们竟然不知道那里还有其他人？那里臭气熏天，所有人都习惯性躲得远远的，谁会去里面查看是否还有人居住？我们倒是很久没有见过张武了，但是大家却说偶尔能看见他驮着被四处捡垃圾，还以为就是他呢。谁知道他早就不见了。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但是警方却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掌握到，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让木子墨有种无能狂怒的感觉。等尸检报告出来，木子墨眉头就皱得更紧了。木子墨拿着尸检报告陷入沉思中。这个连姓名与户口都没有的男人，满身伤口，全部是动物利爪留下痕迹，攻击习惯像猫咪，但是力量远超小体型动物。如果说是老虎，应该更擅长撕咬，而不是抓挠。整个案件都像陷入谜团中，让木子墨完全没有头绪，尤其是在凶手已经畏罪自杀的情况下。与此同时，乔安安火速赶回家，关上门才拍了拍小心脏，吓死我了，差点就被发现了。看着奇奇怪怪的乔安安，被窝内探出两个脑袋，用疑惑的眼神看向他。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乔安安也没心情出门直播了，生怕自己再招惹上什么麻烦，只能躺回被窝玩手机。二手老年机刚刚打开 app 就开始疯狂闪退，无数小红点弹出，震动的乔安安手掌发麻。这是怎么了？努力尝试了好几次，手机终于恢复正常。乔安安看着上面无数999加的红点，满脑子问号，只能先点进私信看看平时与他互动比较多的几位粉丝，想要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女鹅，你火了，你知道吗？看着私信里面的转发的视频，乔安安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续2次直播被警察带走，他已经从全网无人问津的挖宝主播转变成各位网友的驱霉运主播了，到处都充斥着哈哈哈的评论，还有祈祷转发这个主播明年肯定顺顺利利，毕竟人怎么可能会倒霉成这样。后台飞涨的粉丝数让乔安安无比惊喜，前几天还寥寥无几的收入，现在竟然有4位数了。天啊，我红了，我们以后吃阳春面终于能加肉了。被4位数巨款砸晕的乔安安兴奋地从床上跃起，拿着手机在狭窄的房间绕圈圈。既然如此，今晚奢侈一把。已经吃够泡面的乔安安打开外卖软件，没有用什么膨胀神券，直接下单要了2份大肘子，外加5份米饭。打开如此丰盛的晚餐，乔安安还特意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给各位报平安。标题：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所有宝宝好运加持，我也终于能吃上肉了。
视频发布瞬间，无数评论区疯狂涌入，老旧老年机再次被卡住。乔安安只能一边扒拉香喷喷的肘子汤泡米饭，一边不断重启手机，继续翻阅各位网友的回复，笑得无比开怀。宝宝，什么时候开播？我还没有围观过，希望下次你可以好运加身，不要再挖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鱼儿，你终于也吃上肉了，口水。妹宝实在不容易，刚刚从警局出来，用柚子液洗澡吧，去晦气，不敢来评论区瞎说，生怕这位主播将霉运传给我。各种搞笑发言把乔安安乐得肚子疼，不断感叹人类真是可爱的生物。肥腻腻的大肘子被乔安安攥在手里，捧着就是啃，剩下的大骨头全部丢给小青。在这个家里，小青跟养狗没区别，至于病患鳌拜，只能继续闻着香味，喝羊奶了。兜里有钱，生活就是有奔头的乔安安睡醒后，再次全副武装，带着清扫工具摸黑出门了。才迈出小路，就被蹲守在黑暗中一双双冒着幽光眼睛吓到，差点把扫帚甩出去时，却听见一声狗吠。之前提供鳌拜消息的野狗蹲在最前面，一脸霸气地问道：鳌拜找到了吗？这个时候，乔安安才想起来，他昨天忙着隐藏行踪，忘记给这些小家伙传递消息了。放心，鳌拜很好，现在在我家里养伤，很快就会回归大部队，继续陪伴你们征战四方了。乔安安想伸手摸摸野狗脑袋，却被他熟练躲开，一脸嫌弃的想要离开，却嗅到狗粮的香味。别客气，这是你的奖励，感谢你帮助鳌拜找到了回家的路。散开的口粮倒满塑料餐盒，被乔安安放在墙根下，旁边还有一堆花生瓜子、小香肠，这些都是给予各位的谢礼。放好东西，乔安安再次拎起水桶，直奔工作地点。等他将路口打扫干净，再抬头，却看见一抹高大身影站在远方。初升的太阳为他披上神圣的金光，他的眉头却依旧紧皱着。乔安安忍不住感叹，明明长得这般好看的脸，为什么总露出这般难看的表情？真是暴殄天物，浪费资源。原本以为乔安安这种身板羸弱的姑娘，是因为不想吃苦，才会想着靠直播赚钱，没想到她干活却十分利索，不怕脏不怕累。同志，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吗？木子墨抹撒着指尖上夹着的档案袋，有些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似乎总是怀疑乔安安动机不纯，这个事情有点过分。昨晚在警局内提起这个想法，就被所有人唾弃了。乔丫头不容易，对她来说，活着就是一件无比辛苦的事情。她还这般有爱心，会关心流浪猫的安全，又怎么会去伤人？跟乔安安一见如故的老警员最先不乐意地拍着桌子。谢山也看过尸检报告，知晓那些伤口都是大型动物留下的，不满地嘟囔起来。小乔虽然形迹可疑，最多就是有点倒霉，但是他怎么看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难不成他还会变身吗？这怀疑未免太过脑洞大开了吧。哪怕被众人木子墨依旧按照心意来到乔安安上早班的地方等候，可是当他真正看见人，又不好意思开口了。那个猫找到了吗？乔安安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扬起开心的笑脸，浅浅的梨窝绽放在唇边。找到了，不知道那个坏心眼的家伙把鳌拜弄得满身伤，我已经把他送到宠物医院治疗，现在抱回家养病了，等他恢复健康后，又可以继续在外面耀武扬威了。面对如此坦诚的乔安安，这回轮到木子墨无言以对了。虽然他怀疑这些事情不太对劲，但是根据尸检报告，那些伤口是大型动物造成的，那种特殊的倒钩是任何刀具都无法模仿出来的痕迹。乔安安看着木子墨表情未变，却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乔安安站在木子墨对面，表情未变，但是内心却翻起惊涛骇浪，因为他发现自己能看见木子墨脑袋上升起一个奇怪的气泡，上面显示着出2个字：纠结。正在木子墨骑虎难下时，乔安安肚子适时传出一声咕噜声。不好意思，因为昨天晚上突然有任务，耽误你不少时间，我请你吃饭吧。正巧我也饿了。等木子墨说完这段话，他脑袋上的气泡又变化了，又冒出2个字：开心。面对新能力，乔安安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点头答应跟木子墨一起去吃饭。只要他要先回家换件衣服，穿着这身脏兮兮的工作服，他实在没办法。木子墨表示不着急，让乔安安先回家换衣服。等2人出现在老城区旁边的早餐店，面对老板娘的挤眉弄眼，乔安安倒是一脸泰然，木子墨却有些紧张的捏紧了筷子。小乔终于有钱来吃饭了。乔安安瞬间扬起小脑袋，清爽短发迎风吹起，看似帅气的动作略微有些油腻。今天有人请客，不用给我省钱，先来5屉灌汤。这个时候，老板娘才发现跟在乔安安身后的木子墨瞬间露出一脸春心荡漾的表情，对着乔安安悄悄竖起大拇指。这个帅，鼻子又大又挺，肯定管用，真不错，还是小乔有眼光啊。什么管用？乔安安不懂，但是配合点头答应着。那是，可管用了。蓝心上的警察同志能不管用吗？执掌生杀大权，想抓谁抓谁，肯定比他这种平民强多了。尴尬无比的木子墨听懂老板娘话语中的深意，没敢出声。没想到乔安安却坦白承认了，管用。你也没用过，你怎么知道的？这些话木子墨不敢说出口，只能默默找地方坐好，又拿出消毒湿巾擦了擦桌面。乔安安笑眯眯坐到木子墨对面，动作熟练，掰开筷子递给他，又神神秘秘小声嘀咕道：要是让老板娘知道我还认识刑警队队长，不知道怎么羡慕我呢。这片谁比你更管用啊？被一脸单纯的乔安安打败，木子墨在心里唾弃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肮脏龌龊。无地自容的木子墨迅速转移话题，问道：鳌拜情况如何？受伤严重吗？吹着热气腾腾的灌汤包，乔安安双手并用，还能条理清楚地回答问题。没事，都是皮外伤，医生让我按时给他上药就能养好，毕竟是在外面流浪的野猫，生命力顽强。都说猫有9条命，鳌拜肯定会没事的。等乔安风卷残云般将桌面上的小笼包打扫干净，又喝了2碗米粥后，才发出舒服的感叹声：老板娘，你家小笼包果然是人间美味，实在太好吃了，
要不是有人请客，我都舍不得这般奢侈。得到赞美，老板娘笑得花枝乱颤，又再次看向穆子墨，也对他比出大拇指。这位帅哥也是好心人，千万别嫌弃我们小乔吃得多，他可能干了，白天帮老李头打扫街道，下午还要帮我剁肉馅，听说晚上还要摸黑出去直播，为了赚钱，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都不容易啊。这个时候，穆子墨才了解到，乔安安并不是环卫工人，因为邻居老李头被之前醉酒司机撞倒，虽然赔了医药费，但是这份工作却不敢耽误，只能找人来帮忙。乔安安倒是能干，身兼数职，任劳任怨，从不嫌工作辛苦钱少，只要他能帮忙的事情，都愿意伸出援手。别听老板娘瞎说，李爷爷找我可不是白帮忙，工资都给我了，都不吃亏。虽然乔安安很想找份收入稳定点的工作，但是他继承了原主的技艺，却没有学会半点技能，不懂外语，不会使用电脑，出去应聘工作屡屡碰壁，只能干些体力活，勉强糊口还好。邻里邻居人都不错，他只要熬过这个月，拿到工资就能彻底改善情况了。看着乔安安生活如此艰难，依旧洋溢着笑容，每天都活力满满的模样，穆子墨再次在内心唾弃自己，不该怀疑他。加油，只要你肯努力，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得到夸奖的乔安安再次看向穆子墨脑袋上的气泡，这次又是2个字：满意。吃饱喝足的两人起身离开早餐店，老板娘还无比贴心，打包一点边角料，让乔安安出门喂喂流浪猫狗。在小巷尽头分别后，穆子墨再次赶回警局，下定决心结案。没想到谢山却阴沉着脸色走进办公室内。队长，我安排家里的挖掘机从老城区外围将那片垃圾场扒开了，没想到在下面却有新发现。现场报告被摊开在桌面上，一具具骸骨沾染着各种脏污被挖出，时间跨度竟然从30年前开始到现在为止。这里面应该还有张武的骸骨，安排法医跟进吧。看着这些报告，穆子墨原本的好心情荡然无存。看来城中村内部的问题不少，不能再放任下去了。老板娘给乔安安的边角料全部被小白小青瓜分干净，他又火速出门购置各种坚果，作为回馈给猫头鹰那边的劳务费。对于觉醒的新能力，乔安安毫不在意，探查人心这种技能对他来说完全是鸡肋。等乔安安蹬着共享单车出现在郊外时，那棵大树下依旧拉着警戒线。猫头鹰，猫头鹰，快出来吃饭了！青天白日，猫头鹰躲在树上睡得昏昏沉沉，却被人吵醒，正要发脾气，却看见乔安安努力用瓜子壳敲着他的脑袋。人类不准浪费粮食，这都是我们过冬的储备粮，很重要的。张开翅膀，猫头鹰在空中盘膝，努力发出各种咕咕叫声，很快吸引了一批批鸟类挥舞着翅膀赶来。看着各种坚果鸟粮，大家都开始一趟趟送回巢穴中，忙得不亦乐乎。只有乔安安一脸惬意地蹲在土坑旁边，戳着猫头鹰的脑袋问道：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东西适合挖宝？我今晚还要直播，你总是大晚上不睡觉，肯定知道不少消息，分享下。荒郊野岭旁边还拉着警戒线的土坑，乔安安毫不在意般蹲在旁边揪着猫头鹰的羽毛玩，被烦得没办法，只能任由乔安安一遍遍扯着他的尾巴不放。歪着呆萌的脑袋，猫头鹰疑惑问道：挖宝？什么是挖宝？在猫头鹰的世界中，似乎只有食物是珍贵的。乔安安耐心开始解释，尽力科普着他仅存的知识储备。就是你知道哪里有好东西值钱的，我去挖出来。还未等乔安安滔滔不绝完，猫头鹰再次不耻下问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值钱的？对猫头鹰弹琴纯属浪费口舌。乔安安无奈，只能从口袋内掏出几块肉干塞进猫头鹰嘴里。啥也不懂，你算白活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乔安安也不能强求，只能认命般继续说道：算了，以后要是没饭吃就来找我，知道吗？身为2级保护动物的猫头鹰扬起高贵的脑袋，疑似用不屑的眼神看向乔安安。我在这片领地捕猎很厉害的，怎么可能会没饭吃？瞧不起谁呢？为了怕这只猫头鹰饿死在寒冬，时不时还有工作人员来探望慰问，真有需要马上就会来投喂食物。被歧视的乔安安也不生气，他只能报复性揉着猫头鹰的羽毛。知道了，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猫头鹰，我先回家了，如果有需要就来找我。骑着共享单车在寒风中继续飞驰，刚刚回到城中村附近，就听到几声犬吠，熟悉的叫声让乔安安直接捏住刹车冲进小巷尽头。你们在干什么？只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正在围攻那只浑身黑毛的野狗，早上还在乔安安面前威风凛凛的家伙，现在只敢夹着尾巴四处逃窜，假装呲牙吠叫，依旧无法让这群人离开。听到呵斥声，几个刚刚还在笑嘻嘻的小孩毫不在意，继续拿着树枝不断抽打着野狗。熊孩子真讨厌。避开摄像头能拍摄到的范围，乔安安双眼微微眯起，似乎有一层层黑毛从皮肤下快速长出，嘴巴凸起，出于本性般汪汪叫了几声。巨大的狗影出现在乔安安身后，几个熊孩子回头就被吓到，颤颤巍巍喊道：狗，野狗成精了！被吓到的孩子们丢下树枝转身就跑，甚至还有几个因为腿软直接摔倒在地，几乎是连滚带爬着离开。切，吓死你们几个熊孩子，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们。野狗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刚刚努力躲闪还是耗费了不少体力，这回看见熟人才趴到乔安安脚下歇口气。傻狗，这些人欺负你怎么不咬他们啊？被伤害后自然要反击，但是野狗却无比清醒地躺在乔安安脚下舔着毛发，不能随便咬人的，不然会被抓走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兄弟姐妹们最后的结果如何，咬人的流浪狗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似乎想到事情，乔安安蹲在野狗旁边感同身受般叹气道：哎，可惜你不是保护动物，地位太低，只能受欺负，跟他一样可怜，没钱没势，只能蜗居在城中村这种破地方。如果有天他也交不起房租，岂不是要成为流浪人？
似乎被野狗刺激到，乔安安下定决心努力搞钱，慷慨激昂般问道野狗：“你知道哪里有好东西？我今晚要出去直播挖宝，提供消息必有重赏。”说到做到，乔安安直接从口袋内又掏出几个廉价香肠，喂狗专用款。啃着香肠的野狗想了想，他在这片四处流窜，跟不谙世事的猫头鹰不同，他倒是知道不少事情。你去东边看看吧，听说那里原来有不少有钱人，现在都搬走了。乔安安对于这座城市不算熟悉，毕竟他属于外来户，当初原主是来求职的，因为根据孤儿院内的资料，他的父母好像就在这里，所以成年后毅然决然孤身来到地市。好狗，若是这次能挖出好东西来，以后你就跟我混，我养你。熟练画大饼的乔安安得意洋洋，野狗却完全不吃这套，啃完香肠甩了甩尾巴就跑走了。得到线索的乔安安蹦蹦哒哒回家，摩拳擦掌拿着手机和各种挖坑工具就准备出发，却被晒着太阳暖身的小白拦住。你又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靠谱吗？乔安安一脸骄傲地甩了甩短发，指了指躲在纸壳箱内的鳌拜，自信发言：鳌拜的好友，野狗告诉我的。脆弱的鳌拜浑身疼痛，很想解释什么，终于是没有说出口。姐姐，你前2次得到的消息都不太好哦。扛着铁锨拿着手机支架的乔安安一脸倔强，哼道：我不信人类会如此倒霉，这次我肯定会成功的。等我赚到钱，就带你们买房买车，顿顿吃肉，走了。与信誓旦旦的乔安安不同，小白只是靠在窗边轻声叹气。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偏偏乔安安是那个榆木脑袋，吃一堑又一堑，每天不重样。因为手头上这些东西很难乘坐公交车，乔安安又舍不得花钱打车，只能熟练拿出麻绳，将挖坑需要的工具捆绑在共享单车上，再次向东边出发。这座发达的城市中，不仅有这种破旧到似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地方，还有东边大片烂尾楼。据说这里曾经是富人区，只是后来要填海建新楼盘，每天尘土飞扬，严重影响那些有钱人的生活。大家纷纷搬走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所谓的高端社区竟然烂尾了。光线逐渐昏暗，走在毫无人气的幽深道路上，乔安安却毫无畏惧，哼着小曲。这里可是好地方，既有翻过的土地，还没有人，道路又宽敞，进出自由，正是他的挖宝圣地。带着头灯，乔安安找到一片未拆干净的旧址，架起手机就开始直播。刚刚打开软件，无数 ID 疯狂涌入，乔安安看着卡顿的老旧手机，只能扬起傻笑，对着镜头比耶。各位朋友，好久不见，你们的挖宝主播来了。老旧手机时不时卡顿，但是依旧挡不住乔安安的热情，他努力在镜头前做出各种比心的动作。哇哇，妹宝今天好可爱，听说这里是转运直播间，我就进来了。女儿，你知道吗？你就是一颗香香软软的小蛋糕。最先发言的几位还是乔安安最熟悉的 ID， 尤其是那位一直喊着他女儿的网友花开富贵。感谢各位朋友光临我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一名专业的挖宝主播，今天这里就是我亲自挑选的福地，肯定能出大货的，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让主播好运加倍。平时只有寥寥10来个人的直播间，现在已经飞速上涨到1万多人了，看得乔安安双眼放光，浑身充满干劲。确定可以好运加倍吗？我听说这位主播挺邪门的，必出大货。啧，这大货到底是什么？可说不准哦。因为之前的切片视频火了，不少陌生网友进入直播间内阴阳怪气，乔安安全当没看见，扛起铁锨就是挖。伴随着尘土飞扬，黑暗中只能看见乔安安脑袋上的头灯，不少人也是无聊，竟然开始在直播间内指点起江山。这种室内的烂尾楼早被开发商挖过了，怎么可能会有宝藏？所谓的挖宝直播间，还不如叫痴心妄想直播间。我是预言家，楼上必被打脸。不得不承认，事实会告诉大家，人类不会一直倒霉，但是乔安安可以。正在努力挖坑中的乔安安完全没时间看弹幕，却在他抬头擦汗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刨地声。乔安安这回挖坑，生怕再出事，他特意挑选某块残垣断壁下面，看样子应该是原来某处小院的围墙部分，正常人都不会在这里埋下任何不好的东西。等听到奇怪的声音，他从半截围墙边缘探出脑袋，就看见一只黑色小狐狸努力伸出爪爪，似乎在学着乔安安的动作，不知道想挖什么东西。努力踮起脚尖，黑色小狐狸抬头的瞬间，两人对视，都呆住了。不得不夸一句，地势生态环境真不错，除了蟒蛇、猫头鹰之外，没想到竟然还有黑狐。小狐狸被发现瞬间炸毛，直接跃入黑暗中消失不见。就在乔安安还在奇怪时，那只小狐狸又悄悄从大树后探出头，小声地叫着：人类快跑，这里很危险的。危险？这里除了他这个活人外，哪里有什么危险啊？放下铁锨，忍不住啾啾啾几声，又从口袋内掏出廉价香肠，这就是乔安安居家必备品，打开交际圈的利器。咬着包装撕开，乔安安小心翼翼丢给小狐狸，笑眯眯问道：外面天黑，坏人多，小朋友不能独自在外面玩，快叼着香肠回家吧，乖。直播间内各位看见乔安安隔着半截围墙，不知道在逗弄着谁，都被吓到了。卧槽，主播看见什么了？谁家小朋友会黑灯瞎火在外面玩耍？不会是……呸呸呸，楼上别在那里胡说八道，妹宝正气凛然，邪祟不侵。要我说都是剧本，上次又挖到人命碎片，这回又碰见鬼，谁信啊？乔安安此时跟小狐狸套近乎，完全没注意到手机外有一抹黑影在无声无息间靠近。就在小狐狸露出一脸想吃表情，犹豫要不要靠近时，忽然动了动耳朵，瞬间警惕地大叫道：快逃，有坏人来了。与此同时，乔安安耳边传来一阵风声，他浑身好像柔软无骨般，以无比诡异的角度反折而下，脚尖狠狠用力踩着断壁滑走。在他贴着地面滑行的瞬间，浑身漆黑的男人拿起乔安安放在旁边的铁锹，露出狰狞的笑容：这里是我家，谁都不许靠近。就在乔安安翻身而起时，正好碰到手机支架，
老旧手机因为接连不断的打击彻底黑屏了，弹幕却在疯狂刷新着。虽然看不见画面，但是隐约还有声音传出。我操，不会来真的吧？刚刚那个男人袭击主播时手里还捏着一截钢筋，这要是剧本未免太拼命了吧？要不是乔安安动作敏捷，刚刚那一下肯定要丧失行动力，人不会一直倒霉。但是主播的确做到了，赶紧报警吧，谁知道具体地址？我是地市的，主播之前说过他就在这边，市区内最大的烂尾楼就在东区，我马上报警。面对危险，小狐狸并未逃走，反而是对着坏人龇牙，想要上前帮助乔安安，又忍不住害怕的瑟瑟发抖。看着他这副令人怜爱的模样，乔安安缓缓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可惜我今晚又没直播成功，你们这些耽误我赚钱的罪魁祸首，非逼着我亲自动手吗？与开播前甜美可爱的形象不同，此时乔安安很生气，她声音低哑冰冷，像是隐匿在黑暗中的野兽，终于露出獠牙般，危险又迷人。一声嚎叫穿透黑暗，那台老旧手机彻底损坏，满屏都是问号疯狂弹出。等木子墨打着手电筒带着人赶到时，只见男人已经被悬挂在大树上，乔安安坐在断壁上，怀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黑色小狐狸，正在喂它吃着香肠。再次见面，乔安安无比熟悉，扬起手跟众人打招呼嗨。一片漆黑中，乔安安灰头土脸，满身脏污，只有那张小脸还算干净，浅浅的梨窝荡漾着甜美可爱。同志，我是正经主播，就是出门挖个坑。他非说我是来强拆的，直接就对我动手了，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绝对是自卫。百口莫辩的乔安安将小狐狸举高，他就是证人，这是真不怪我。木子墨揉了揉眉心，他倒是愿意相信乔安安的清白，只是这位看似柔软的姑娘实在有点邪门。谢山用肩膀碰了碰木子墨，小声嘀咕道：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他了，人怎么可能倒霉成这样？乔安安耳力极好，他躲在小狐狸身后看向谢山。很好，他这个人非常记仇，等会就让小狐狸咬死他。乔安安只想好好直播，甚至还特意四处打探消息。这片烂尾楼虽然人迹罕至，但是胜在安全。当然，他眼中的安全不是害怕遇上危险，而是不想在土里挖出什么奇奇怪怪再进局子了。偏偏老天爷不宠爱乔安安这个倒霉蛋，这次没有挖到东西，却有人袭击他。所有御兽族人天生五感灵敏，若不是如此，刚刚他全部注意力都在小狐狸身上，压根不会发现有人靠近。倒是他首先嗅到了陌生人的气味，感受到耳边袭来的风声才能躲开。可惜蓝星这具身体实在太差劲了，没办法，他只能觉醒体内的能力，激发狼人的能力。厚实的毛发像是钢针般从皮肤表面钻出，强大的防御力让乔安安身材更加魁梧起来。兽耳动了动，利爪挡在身前。面对异变，男人双目浑浊，好像什么都未发现般举起铁锨。在那个男人准备用铁锨拍向小狐狸时，乔安安用自己将所有伤害抗下，虽然手臂隐隐传来疼痛，但是他还是直接将瑟瑟发抖的宝贝搂入怀中。似乎因为嗅到了同类的味道，小狐狸直接钻进乔安安卫衣里面。这里是我家，靠近的人都该死。乔安安不能理解面前男人崩溃的理由，别说家了，御兽族整个星球都被其他种族毁灭，他还不是努力活着，虽然贫穷总比没命强。看着小狐狸安静趴在怀中，乔安安也没有后顾之忧，直接冲了上去，不敢留下痕迹，他只能靠着蛮力将人撞飞。断臂在猛烈冲击下再次四分五裂，男人也因此吐出一口鲜血，陷入昏迷中。等乔安安将人用麻绳捆绑住，直接吊在树上后，才将怀中的小家伙抱出来。乖乖，吓坏了吧？他是坏人，我可是好人哦。毛茸茸的尾巴卷在乔安安手腕上，小狐狸嘤嘤嘤地叫唤着，不断往乔安安怀里钻，完全是被吓坏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怜惜。都说狐狸是妖孽，胡说八道，这明明就是祥瑞，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啊！一边安慰着狐狸，一边不断从口袋内掏出廉价香肠，感觉这些平时用来喂狗的东西配不上心肝宝贝吃。可是这边又是荒郊野岭，没有任何卖东西的地方，让他内心泛起点点愧疚，委屈宝贝了。啃骨头的小青，委屈是什么？乖乖，别怕，等会就会有人来接我们，我给你买各种好吃的，可以吗？接受着乔安安的不断抚摸，小狐狸终于恢复状态，可是依旧靠在怀里，嘤嘤嘤的撒娇说道：姐姐，那个坏人总是在这里欺负人，我平时都不敢这边玩耍。在小狐狸的诉说下，乔安安大约了解下情况。这片断壁残垣是这个男人曾经的家，拆迁后他却不肯离开，死活要赖在这里，谁敢靠近就开始发疯。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发商跑路，这些所谓的高档社区全部变成烂尾楼，男人依旧每晚游荡在附近，有人靠近就会继续发疯，不断捶打路人。原本这只小狐狸就生活在后山上，他时常下来玩耍，原来还有不少好心人类会投喂他。可是这里拆迁后，各位邻居都搬走了，他时不时会来看看，回忆一下曾经的美好时光，没想到却被这个男人盯上了，总是追着他不放。听到这里，乔安安已经知道要如何编造谎言蒙混过关了，搂着小狐狸坐在断壁上等候警察到来。很快就看到一束束刺目灯光，还有木子墨那张帅气依旧的脸庞。木哥，我真是无辜的，我正在这里挖坑，他突然冒出来就要袭击我，我出于自卫才反击的。无论乔安安如何解释，依旧被带上警车回去录口供了。看着跌落在地已经四分五裂的手机，他除了叹气之外，已经失去了所有力气与手段。熟悉的警车，熟悉的座位，木子墨一脸严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乔安安乖乖坐在后排抱着小狐狸，身边是谢山那位不知人间疾苦的话痨少爷。小乔妹妹，算我求你了，别直播挖宝了，你再这样搞下去，我的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肚脐眼上了，我不能再加班了，我快猝死了。原本还想指挥小狐狸咬死谢山的，现在乔安安心软了，瞬间气势全消，卑微求全。对不起，
我这回已经不敢往郊区跑了，这里虽然是烂尾楼，好歹也算市中心高端区域，我以为不会再挖出什么东西来，没想到却碰上这个疯子。原本还理直气壮的乔安安说话越来越小声，倒是小狐狸有人撑腰从他怀里跃起，对着谢山龇牙咧嘴，一脸凶悍模样。奈何小狐狸实在太过可爱，谢山倒是不可怕，还贱兮兮从口袋内掏出牛肉干，刚刚打开包装，香味就充斥在车厢内，无比诱人。别说小狐狸眼馋，乔安安都跟着瞪大眼睛。呜呜，好香，跟他口袋里面装的廉价香肠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小东西，不准对警察龇牙，你要是乖乖配合，牛肉干管够。财大气粗的谢山好像哆啦 A 梦般，又从口袋内掏出几块牛肉干。小狐狸似乎听懂了，看向乔安安，一脸委屈：姐姐，我还需要咬它吗？我不吃牛肉干也可以的。宝宝委屈，但是宝宝不说，乖乖要听话，我们吃牛肉干好不好？得到乔安安的回答，小狐狸马上嘤嘤起来，撒娇般用毛茸茸的尾巴再次缠住乔安安的手腕，小心机般尾巴也扫过了谢山的手掌，让他瞬间露出惊喜表情。这个小东西太好玩了，能不能抱回家养着啊？谢山不断撕开牛肉干的包装，一点点喂给小狐狸，看着他眯着眼睛咀嚼，心都快被萌化了。只有坐在前排的木子墨狼心似铁，泼冷水般说道：狐狸隶属于犬科，并不能当猫养，这种都是野生动物，家养手续复杂，审核麻烦，说不定还是保护动物，不能私人豢养的。谢山不管，继续喂着牛肉干。乔安安假装没听见，胡说八道，这不是狐狸，这是祥瑞。再次回到警局内，老警员看见乔安安已经不会再惊讶了，只是一脸慈爱的从抽屉内拿出面包。乔丫头，快来，这是我媳妇特意嘱咐我给你准备的，听说你这个孩子常常吃不饱，她可心疼了，买了不少东西让我放在抽屉里面，等你过来时让你带回家的。熟门熟路的乔安安感动无比，小跑到老警员身边，让阿姨担心了，我最近情况好了很多，直播也能赚到一点钱的，我昨天还吃肉了，真的，你看我还买了不少小香肠，附近的流浪猫狗都靠我养活着呢。看着两人互相倾诉彼此生活的模样，不知道还以为乔安安是老警员的亲闺女呢。你这丫头就是心地善良，不过就是靠卖力气赚到一点小钱，还要喂养流浪动物。老警员将抽屉内面包、小零食、水果全部打包装好，塞进乔安安手里，还忍不住嘱咐着：以后要是没饭吃就来找叔叔，我虽然工资不高，家里却不缺你那点饭菜。冷漠脸站在乔安安身后的木子墨眼皮微颤，看乔安安这副营养不良的小身板，不知道还以为他食不果腹，却不知他是因为吃太多才没钱的，早餐都能随便吃进几百块。谢谢叔叔，等我赚到钱我也会请你吃饭的，以后不要麻烦给我准备东西了，帮我给阿姨带个好，她要是喜欢养什么宠物告诉我，我在外面给她抓个乖巧懂事的，我可受小动物欢迎了。别说阿姨想养小猫小狗了，就算老虎黑熊都能抓来，若是不老实，乔安安也能打到她温顺讨喜的。老警员被乔安安逗得哈哈哈大笑，要不是他家臭小子早就结婚了，他都恨不得将乔安安骗回家当儿媳妇了。原本木子墨想催促下乔安安，还未开口就被谢山撞开，他捧着各种好吃的像献宝般摆放在桌面上。小东西，快来，挑你喜欢的吃，只要给我摸摸尾巴就行。蹲在办公桌旁边捧着脸的谢山紧盯着小狐狸，看他傲娇般甩了甩尾巴，嘤嘤嘤叫着，却不肯离开乔安安身边。姐姐，这个人类好奇怪，他为什么要摸我的尾巴？乔安安伸手揉了揉小狐狸的脑袋，轻笑道：他非常喜欢你，是善良的人类，你要是喜欢就让他摸摸尾巴，你要是不喜欢就拒绝。乔安安将选择的机会交给小狐狸，他围着各种好吃的东西转圈圈，最终还是放弃骄傲，用毛茸茸的大尾巴勾住了谢山的手腕。心花怒放的谢山小心翼翼用掌心抚摸着小狐狸的尾巴，笑得无比荡漾，实在太舒服了，好好玩。就在此时，杀风景的木子墨敲了敲桌面，催促道：开始录口供吧。对方已经被送到医院后已经清醒了，派人去那边询问下情况。木子墨撤回一个毛茸茸，谢山一脸恋恋不舍去工作了。乔安安则是抱着小狐狸再次坐在审讯室内，扬起专业傻笑，企图蒙混过关。我就踹了他一脚，他就晕倒了，我将人绑住，怕他醒来后再为非作歹，就将他吊在树上了，我绝对没干过其他事情，我发誓。前半段都有直播回放佐证。木子墨看着视频上乔安安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袭击，动作娴熟。乔安安，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你是自卫，但是我也不会全信。木子墨那双修长有力的手指不断敲打着桌面，无形的压迫感席卷而来，让乔安安一点点收敛起傻笑。你警惕性极高，越出其他普通人，你可以解释是第六感敏锐，但是你下腰的动作，踩踏在断壁上的力度，总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吧？这句话倒是把乔安安问懵了，他的能力并非是这些，而是隐藏更深的东西。所以呢？因为我练过，我有能力自保，我做什么坏事了吗？我直播挖出那些东西只是凑巧，我肯定不是凶手，就算我是故意的，也不过是想这些可怜人被发现，举报罪恶不是好人应该做的事情吗？既然如此，我是好人，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良好居民，我被人袭击，难道不能反击，要等着这种疯子把我打到半死再等候有人来救我吗？收起专业傻笑，乔安安那双冷静的眼眸中依旧清澈却不愚蠢，黑色瞳仁像宝石般闪烁在木子墨眼前。我只是当个普通人，当一个充满爱心的好人，遇见罪恶我还是会来报警，哪怕招惹上麻烦，我也愿意一遍遍解释，我不嫌麻烦，因为每次来这里还有人担心我能不能吃饱饭，因为你们给予我善意，我也想回馈给所有人善意，哪怕只是尽一点微薄之力。乔安安面对木子墨审视的眼神不躲不避，他内心坦荡，自然无所畏惧。曾经他是声名狼藉的星际逃犯，因为他替那些兽族虐杀了无数贵族，可是他不曾后悔，最后心甘情愿自爆，没有想到竟然会重生到蓝星上。
在这里有强大的国家、严格的法律、奉公守法的居民，还有任劳任怨的人民公仆，在维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生活状态。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一直都是乔安安梦寐以求的。他不想破坏，但是他始终还是无法忍受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备受欺负。他内心的正义从不曾改变过。面对这样的乔安安，向来在审问罪犯时得心应手的木子墨第一次哑口无言。是的，乔安安似乎没有错，但是他始终有千丝万缕的谜团萦绕眼前，不曾解开。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乔安安，可是又似乎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对不起，我刚刚太过严苛了。你说的很对，面对罪犯，我们有义务举报，勇敢站出来指证。木子墨认错态度极好，立刻站起身鞠躬道歉。可是他心中的怀疑却没有消散，那具倒在废弃垃圾场内的尸体，到底是谁留下的伤痕？乔安安身边除了这些小猫小狗外，似乎并没有其他大型猛兽，更何况这里是市区。隔着咫尺距离，木子墨总感觉这些解不开的谜团尽头是乔安安，可是他却再次扬起专业傻笑，不再多言。很快，医院那边传来消息，那个袭击乔安安的男人好像精神有问题，并且经过指纹认证，很快确定了身份。消息资料已经传到木子墨邮箱内了。等木子墨离开审讯室后，乔安安再次将毛茸茸的小狐狸抱在面前亲了亲。乖乖，以后要是有需要就来找姐姐，千万别再独自出来玩耍了，知道了吗？手指轻点着小狐狸的鼻尖，他害羞般缩了缩脖子，又开始撒娇缠着乔安安玩耍。乔安安手里也没有其他好东西，只能打开一包纸巾，捏在掌心，用力攥成圆球丢出。小狐狸追赶着纸巾球，在审讯室内跑跳翻滚，姿态无比可爱的挥动着毛茸茸的大尾巴。蹲守在隔壁的谢山紧贴在玻璃上，恨不得魂穿乔安安，他实在太喜欢这只小狐狸了。木子墨一脸严肃走入，手上还拿着档案袋，一边翻阅着资料，一边抬脚将谢山踹开。上班时间注意点态度，你要是不想干就早点辞职回家当你的富二代去。谢家有钱，但是父母却是老思想，总希望孩子可以考公考编，光耀门楣。尤其是谢山这个人非常喜欢多管闲事，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家长里短，他都愿意配合。论工作态度，他算警队内最积极的。队长，你说乔安安身上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这些东西都特别喜欢他？那只猫头鹰看谁都不顺眼，乔安安对他又打又骂的，愣是不敢吭声，更别提这只小狐狸了。我拿好吃的去讨好他，还要看乔安安眼色。别看谢山平时大大咧咧的，没个正经，却是实打实以警校第1名的成绩毕业的精锐警员。每次谢山喂食讨好时，小狐狸都会下意识看看乔安安，似乎只有他点头答应，小狐狸才会来敷衍下。听到这里，木子墨再次陷入沉思中，手指不断敲打着桌面。谢山没敢打扰，这是队长琢磨事情的小习惯，他只能继续一脸羡慕嫉妒恨般看向胳膊骄傲叼着纸巾球对着乔安安邀功的小狐狸。唉，实在太可爱了，想养。可惜谢山现在工作繁忙，天天加班，哪里有时间亲自照顾小狐狸？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他。无可奈何的谢山只能继续无能狂怒，挠着玻璃，刺耳的声音让木子墨从才沉思中回过神来。他相信科学，并未将很多事情与乔安安身上奇怪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因此始终困惑不解在医院那位陈丽有前科，而且精神极其不稳定，只能送他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丢下手中厚重的档案，木子墨再次回到隔壁，打开门问道：走吧，今晚应该没什么事情了，跟我们一起去聚餐，你要不要去？听到吃饭的邀请，乔安安双眼放光，那种开心兴奋毫无掩饰，真诚无比。我可以带上这个小家伙吗？顺着乔安安手指的方向，呆萌可爱的小狐狸正躲在门后，做出要捕猎的姿态。木子墨无奈揉了揉眉心，只能板着脸耐心解释道：现在带着可以，但是你不能在室内饲养这些野生动物，就算它们不会伤害你，可是发生意外情况，伤及无辜，你会被牵连的，还是小心注意点比较好，连带责任，懂吗？刚刚来到兰心的乔安安就在附近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他阅读过大量法律条款，就是怕自己招惹上麻烦。此时无比乖巧的乔安安点头答应着，抱起小狐狸，举着他的小爪爪发誓道：放心，吃完饭我就找地方将小狐狸放生，野外更适合它成长。等乔安安从审讯室内离开时，谢山悄咪咪挤到旁边，不断用眼神暗示着：给我抱抱，给我玩玩。接受到眼神暗示，乔安安假装看不懂一般摸着小狐狸的脑袋。嘤嘤怪般的小狐狸看着挤眉弄眼的谢山，好奇宝宝般发问：姐姐，这个傻大个总对着我眨眼睛，他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假装正经的乔安安差点没憋住，他只能默默移开视线，看向老警员：孙叔，跟我们一起去吃夜宵吧，你也别总上晚班，把那些新兵蛋子都惯坏了。老神在在的孙叔喝着茶水，毫不在意般摆了摆手：夜班是少，我现在老胳膊老腿的，也不想跟着你们东奔西跑，不如守在大本营给你们照顾后方阵地，等我退休了，你们再安排个新人来给我接班就行。换成便装，乔安安跟着大部队一起离开警局，走向附近热闹的夜市区内。这些流动摊位只会在夜色中出现在众人面前，哪怕是简单的小吃也会别有风味。乔安安好像莅临天堂般，满脸好奇将小狐狸塞进包包内，只让他露出一双好奇的小眼睛在外面。看着蹦蹦跳跳的乔安安，身后跟着的几位警员都忍不住好奇。乔安安倒是毫不遮掩，直白说道：我还是第一次来夜市，这里都是小吃，看似便宜，但是真想填饱肚子，可是要花很多钱的，我平时都不敢往这边走，怕闻到香味忍不住，嘿嘿。孙叔在众人背后念叨着：小乔丫头真是可怜，从小就是孤儿之类的话，让所有人都狠狠心疼起来。这回好了，只要乔安安眼神留恋，表示出想吃的模样，自然而然就有人去买2份，嘴上说着给大家尝尝鲜，但是那份单独的小吃就会递到乔安安手里。他不断点头道谢，一脸虔诚地捧着小吃火速吃光，然后跟着大家的脚步继续往下一家走去。
几乎每家小吃都被乔安安品尝过后，她再次真诚感叹道：“太幸福了，你们每天都能吃这些东西，这种生活好像做梦哦。”曾经乔安安在星际流浪，别说食物了，遇到环境恶劣的星球都只能靠强大的体质生存，长期飞行途中只能靠营养剂补给，哪里有机会品尝这些美味？不过是一份夜市小吃，乔安安都是如此感慨。谢山内心愧疚，他以后再也不铺张浪费了。等所有人落坐在街边烧烤摊上，乔安安满脸幸福荡漾，左边一口小吃，右边一口肉串。他倒是不喝酒，只要了一瓶冰可乐，这种美好生活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因为乔安安吃的实在太香了，总是挑食的大少爷谢山都忍不住多吃几串。小狐狸嗅到香味，也忍不住跟着尝试了一点，但是他不喜欢羊肉的膻味，呸呸呸都吐出来。趴在乔安安怀里嘤嘤嘤，无比可怜的模样让谢山心疼死了。好吧，好吧，你别嘤嘤了，我让这位去给你买点水果，要甜甜的，可以吗？听到有水果吃，小狐狸也跟着开心起来，翻起肚皮让大家摸摸。谢山跟着撸了两下，心满意足去旁边端水果捞去了。在众人欢声笑语时，木子墨坐在旁边端着啤酒杯浅浅饮了一口，眼光始终落在乔安安身上。说不心疼乔安安命运多舛是假的，不然也不会出狱时就请他去吃饭。后来听说每次从警局离开，为了节省一点公交车钱都是徒步回去的，木子墨又开始亲自送他回家。也许是身为刑警的第六感，木子墨总是感觉看不懂乔安安，他跟所有人都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看似热心却不肯靠近太多，这种距离感实在有些违和，好像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哄着小狐狸的乔安安感受到有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歪着脑袋回头，看见独自饮酒的木子墨，傻笑道：“别躲在那里喝酒了，快来吃东西，这个牛肉可嫩了，你再不吃2串都被我们抢光了。”虎口夺食的乔安安拿着牛肉串递给木子墨，又是邀功般的骄傲表情。木子墨有点无奈，放下酒杯，接过牛肉串，尝了几口，味道还不错。这个时候乔安安塞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两个人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动作却无比默契。很快谢山端着水果捞回来，满满一盆，各种水果全部让他买回来了。这么多，你要撑死几只小狐狸啊，他再吃下去就要消化不良了。今天已经被投喂过许多东西的小狐狸依旧嘴馋的扒拉着乔安安撒娇，想要多吃点水果，他却非常严肃的板起脸说叫可以吃，每样都给你尝一个，若是有你喜欢的，可以再允许你多吃2个，但是这些就足够了，你再吃就要撑坏胃口。你在野外可没有医生帮你治病哦。懵懵懂懂的小狐狸点头答应，乖巧无比的在乔安安怀里坐好，等待谢山的投喂。看见如此懂事的小动物，谢山恨不得偷回家，心软软的拿着水果放在掌心中给小狐狸喂食。小狐狸双手扒在谢山掌心，低头小心翼翼啃着水果，又怕锐利的犬牙伤到谢山，这般安静乖巧吃东西的模样，别说谢山了，所有人都停下手中动作，认真盯着小狐狸看着。孙叔喝着酒，看着小狐狸笑道：“都说狐狸聪慧，真是如此，好像能听懂话一样，比我家逆子强多了。别看孙叔嘴上说着儿子如何不好，人家可争气，在大城市内创业，听说非常成功，就是工作太忙，没空常常回来陪伴老人，让他总是怨声载道。狐狸顽劣，不适合孙叔。你以后真想养点宠物姐们就告诉我，我帮你找。我从小就受动物欢迎，我肯定能帮你选到最合适、最乖巧懂事的宠物。他可能是这片星系中仅存的御兽族人了，绝对是最懂所有兽族的人了。”就在众人欢声笑语时，小狐狸吃饱了，虽然还想再尝尝其他水果，但是他的小肚皮已经装不下了。乔安安摸着小狐狸圆滚滚的肚子，无奈将人放在地上，耐心嘱咐道：“不能再吃了，你下来溜达一圈，不准跑远，就围着我们转圈圈，消消食去吧。”小狐狸按照乔安安画圈圈的范围，开始一步步艰难溜达起来。谢山就傻笑着跟在毛茸茸的尾巴后面，两人一前一后绕圈圈后，乔安安终于能放开手脚，开始打扫战场。大家都差不多吃饱了，倒是剩下不少肉串。老板，将剩下这些再加热下，给我加辣，我要吃。听到这话，孙叔都有些不可思议般瞪大眼睛。不得不说，他今天被乔安安的饭量震惊到了。突然有人能理解木子墨的痛苦，他忽然倍感欣慰。没事，他吃得下，这些对于乔安安来说勉强算一顿饱饭。这些，确定是这些吗？从走入夜市街开始，大家每家每户都会买份小吃投喂给乔安安。虽然均摊下来价格不算贵，但是叠加起来，这顿饭花费真不算便宜。恍然大悟，难怪平时吃不起饱饭，因为吃饱实在很贵，吃这么多能不贵吗？完全没感受到大家情绪的乔安安拿着肉串询问道：“还有谁没吃饱吗？如果大家都饱了，这些也不能浪费，我打算全部吃了，可以吗？”众人僵硬着点头，的确吃饱了，现在还有一盆水果捞呢。将光盘行动贯彻到完美的乔安安，将桌面上所有食物消灭后，抱着水果捞的盆，一边吃一边跟着大家回警局。因为木子墨说时间太晚了，安排人送他回家。刚刚离开热闹的夜市区，街道瞬间萧条下来，跟着散步的小狐狸猛然扑到下水道口上。乔安安注意到有只好奇的小老鼠刚刚探出脑袋，却被小狐狸吓到，缩回去还在骂骂咧咧着：“吓死宝宝了，我还以为是一只大肥猫呢，以后再也不出去望风了，这里的人类好奇怪，竟然还养狐狸。”窸窸窣窣的声音后，似乎有其他老鼠赶来了。儿子，家里现在有一个完整的人类当储备粮，你何必出去找东西吃？人肉味道不好吗？猛然听到这句话，乔安安停下脚步，整个人都不好了。这里不是夜市区吗？为什么下面有人类？那刚刚他吃的不会？走在后面的木子墨注意到乔安安停下脚步，回头就对上他瞬间苍白起来的小脸问道：“怎么了？是不是吃多了？胃口难受？”乔安安看似瘦弱，其实力气很大，身体健康，能吃能喝。
这倒是木子墨第一次看见乔安安脸色不好，只能悄悄走到身边，小声说道：“怎么了？是不是吃多了不舒服？”这个时候，乔安安还端着一盆水果捞，脑袋里面回想有个人类在下面。颤颤巍巍的乔安安摇了摇头，整个人都呆愣愣的。这个时候，木子墨有点奇怪了，不放心的靠近，忽然有陌生的气息在耳边响起，他才回过神来。那个……这个时候，乔安安也不知道这种事情要如何告诉木子墨了，只能绞尽脑汁拼命想着办法。倒是小狐狸继续扒拉着井盖，乔安安才猛然拉住木子墨的手，将人拉到旁边。那双好似手软无骨的小手牵住自己的大手，木子墨也懵了，只能任由乔安安大力出奇迹般将他拉走。你也知道，我从小鼻子就特别灵，我刚刚好像闻到不太好的味道了。原本还有点粉色泡泡冒出的气氛，瞬间被乔安安亲手戳破。木子墨换上冷硬的表情，蹙眉，不太好的味道。再看看小狐狸兴奋扒拉着井盖的动作，木子墨马上明白过来。你是说在下面？乔安安点头，整个人都耷拉下来，抱着的水果捞都不想吃了。如果没猜错，应该有位大兄弟在下面躺着呢，怎么办？这里又是夜市区，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刚刚就我吃最多，我怎么办啊？向来只会傻笑的乔安安真急了，生理性泪水从眼眶落下，楚楚可怜般望向木子墨。他只能努力板着脸安慰道：不会的，我跟那家烧烤摊老板是熟人，品质绝对有保证，不会是你想的那些。再说你这个小脑子都装着什么呢？谁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售卖，会吃出问题的，更容易被盯上。很多常识缺失的乔安安只会看电视剧，各种奇奇怪怪的剧情总说在绝境下是可以吃人的，但是同类相食会产生软病毒，很容易出问题的。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听到这里，乔安安再次原地复活，他终于舒服了，不再感觉反胃。你相信我，我真闻到了，下面肯定有人。你要不要安排人来查看下？距离应该不太远。原本已经下班的各位，因为乔安安送来的新鲜消息，只能再次开启工作模式，尤其是在大家都吃饱喝足后，需要进入下水道内部，非常考验各位的定力。最先受不了就是谢山，他扶着墙开始大吐特吐，把小狐狸都吓到了。哇哇哇！救命！姐姐，这个家伙好肮脏，好臭，我不想跟他玩了。忙着工作的谢山不知道他已经被小狐狸厌弃了，乔安安只能乖乖将他抱去，躲在警戒线外面翘首以盼。不为别的，因为木子墨说时间太晚，又发生命案，怕附近不安全，不允许他步行回家。很快就有专业人员从下面探查回来，强忍着不适的脸色对着众人点头，然后快速从下水道内爬出来，站在外面清洗过防护服后才摘下口罩，说道：有人，还算新鲜，时间不算太久，我们会安排人将他抬出来，直接送到法医那边，你们等会可以下去勘察现场了。得到确定的答案，乔安安缓缓吁出一口气来，幸亏那群小老鼠没有骗他。扶着墙颤颤巍巍的谢山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向乔安安，伸出大拇指赞叹道：乔妹，你太厉害了，这都能闻到，以后不用培养什么警犬了，你来当得了。话音未落，熟悉的掌风袭来，谢山无比灵敏下蹲躲开，还未等他洋洋得意，小腿肚就被踢了一脚。胡说八道什么？木子墨依旧公事公办的态度，将所有事情安排好，然后转头看向乔安安：警车过来了，等会我让人先送你回家，最近不太平，你晚上少出来直播，安全第一，懂吗？像只小学鸡般的乔安安抱着小狐狸乖乖点头答应着。他现在感觉到自己身为倒霉鬼的实力了，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了灾厄，他有点不敢继续去荒郊野岭直播了。很快，乔安安就被警车送回老城区，他蹦蹦哒哒抱着小狐狸回家，才猛然想起之前还答应把他送回去放生呢。看着时间这么晚了，木子墨又不断嘱咐不准他乱跑，没办法，乔安安只能将小狐狸抱回家。等他回来，两只脑袋从被窝内钻出，吓得小狐狸直接炸毛，刚要嘤就被乔安安熟练捂住嘴巴。别叫，时间太晚了，这里隔音不好，会影响到其他人休息的。这两位都是姐姐养的，不会伤害你的，听话。听到乔安安的意思，小狐狸才在他怀里点头。姐姐，我就说外面那些消息不靠谱，这回又空手而归了。小白摇晃着尾巴，勾起剩下的面包，想要递给乔安安。他这回虽然没有挖到宝藏，但是至少吃饱喝足了。不过想起惨烈牺牲的老旧手机，算是白忙活一晚的乔安安绝望躺回床上，搂着毛茸茸的小狐狸，感受着腰间传来小白小青身上的凉意，还有鳌拜身上臭烘烘的味道。因为受伤的关系，小猫还不能洗澡，那是在废弃垃圾场内沾染的味道。他在内心感慨着，赚钱难，养家更难。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儿们每天都像吞金兽一样烧钱，他不直播要怎么办啊？可惜他这个脑袋空空，蓝星人类熟练掌握的技能他都搞不明白，也许会被当作异类注意到。为了不跟太多人接触，乔安安活得小心翼翼，只能找份独自打拼的工作，直播是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只可惜每次他刚刚迎来一点热度，又要闹出各种麻烦事。都说人类不会一直倒霉，凭什么老天爷不肯放过他呢？心力交瘁，想着想着，乔安安缓缓睡去，小狐狸卷着尾巴紧挨在他脸庞。小白和小青最喜欢乔安安身上暖乎乎的热度，又紧挨着，并不温暖的被窝里面却沉沉睡着大家的梦。怀揣着爆发的美梦，乔安安醒来，刚刚起身就惊喜了一会趴在身边的小狐狸。他马上睁开圆滚滚的眼睛，直接投入怀中，开始嘤的撒娇。看着这种绿茶做派，小白倒是无所谓的，继续卷着身体往被窝里面钻了钻。倒是小青有点愤愤不平，凭什么这只狐狸刚刚来就敢天天缠着姐姐不放？看两人这般亲昵的模样，小青用无比哀怨的眼神看向乔安安。这个时候，乔安安才感受到什么叫最难销售美人恩。她在动物界实在太受欢迎了，谁让小狐狸更毛茸茸，抱起来更舒服呢？谁要在冬天搂着冰冷的蟒蛇呀？
尤其是她穷得连暖气都交不起的时候。可是乔安安看着神情幽怨，堪比怨妇望着渣男老公抱着新欢的小青，还是于心不忍，强忍着清晨的低温，将小青拉到身边。好了好了，别在这里跟我演什么甄嬛传，我又不是大胖菊，得到我的宠爱没用。逗弄下小狐狸，放下各种食物，还特意给病患熬白热了点羊奶后，才提起清扫工具离开并不算温暖的家。感受着瑟瑟寒风，乔安安才深刻领悟到网上那句穷人是没半体面过冬的。等他咬牙坚持打扫卫生时，身边时不时有各种流浪猫狗路过，熟练丢下一根廉价香肠已经是乔安安能力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了。等阳光倾泻在街道上，乔安安才抬起头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汗水，蹲在墙根下休息。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老鼠从排水渠中钻出，对着他开始作揖。人类，最近下面很奇怪，听说市中心地段有大量食物，可是我们害怕那边的老鼠又肥又大，我们打不过，能不能帮帮我们啊？市中心大量食物。听到这些关键词，乔安安似乎又想起昨晚并不美好的记忆。他虽然没有看见那个被抬出的男人怎么样了，但是根据当时那些老鼠们愤愤不平的叫骂声，他也知道应该被吃不少。你们想要食物，这个冬天我会尽量帮你们想办法的，市中心那边还是别去了，我感觉要出大事了。纠结的情绪涌上心头，乔安安很想帮助下木子墨，但是他怕谎话说多了，以后圆不回来，只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那这里奖励你几根小香肠，你先储备起来留着过冬，帮我去市中心打探下消息，都是那些地方有大量食物出现，知道了吗？叼着香肠，小老鼠马上点头哈腰，不断答应着。城中村内脏乱差，原本是最适合老鼠们居住的地方，但是这里拾荒者太多，为了捡点烂菜叶子都能大打出手，更别提这些见不得光的老鼠们了。忍饥挨饿都是常有的事情，更何况这里还有不少人家都设置抓捕老鼠的陷阱。乔安安收拾完工具就准备回家休息会，却意外在小巷入口处碰到了木子墨，他既惊讶又惊喜，直接冲了过去。木子墨还在踌躇，就听见一阵叮铃咣当的声响，原来是乔安安放在水桶的工具不断碰撞发出的声音。木哥，你怎么来了？刚下班吗？连珠炮般的问题把木子墨都问哑巴了，他只能将手中的盒子塞给乔安安。满脑子问号的乔安安低头看见装着新手机的盒子，整个人都懵了。这是……激动到有点语无伦次的乔安脸上因为刚刚一路小跑泛起的红润，水汪汪的眼眸看向木子墨，让他略微羞涩的侧头，尴尬的咳嗽2声作为掩饰。昨晚被袭击后，我看证物袋内的手机好像摔坏了，我想你应该也没钱换新的，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给你买的，别有什么负担。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大家，这是木子墨连夜下单，刚刚送到警局内的新手机。因为怕太贵重，乔安安不敢收，他还仔细对比价格，选择这款内存大、性价比最高还抗摔的手机。不知道内幕的乔安安紧抿着唇瓣，都快哭出来了，还是好人多啊。那个，太感谢大家了，我一直给你们添麻烦，对不起，我以后会尽量挑选安全的地方直播的。看着乔安安如此自责，木子墨心里再次勇气愧疚。等乔安安抬头，却看见木子墨脑袋上的字幕又换了，变成了怜惜，又变成自责，最后变成了无奈。还未等乔安安弄明白，木子墨已经耐心解释起来很多事情，我不方便透露给你听，但是最近还是别出门直播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乔安安这种又吃又拿的，只能乖乖点头答应着。但是他已经知道市中心那片下水道里还有其他东西，乔安安很想把这些消息告知给木子墨，又感觉难以启齿，他得想点办法才行。在清晨的阳光中，乔安安被木子墨强制性送回家，打开房门才感受到一丝丝暖意。乔安安脱下厚重的衣物，换上毛茸茸的睡衣，躲在小小的单人床，满脸欣喜地摆弄着新手机，不断感慨着科技真是日新月异。虽然他出生在科技大爆炸时代，但是大部分星球资源枯竭，除非是那几颗被高等生物掌控的星球外，更多是贫瘠的土地，除了温饱问题外，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与娱乐都没有。但是现在蓝星上的生活却让乔安安无比安逸，在这里除了完善的法律外，还有极其发达的娱乐系统，他直播的平台上千奇百怪的玩意都有，每次刷起手机都让他乐不思蜀。只是原来的旧手机实在卡顿，内存空间又小，让他完全不敢瞎玩，生怕手机罢工影响他直播赚钱。现在好了，他有新手机了。小盒子被郑重其事摆放床铺中间，小白小青盘踞在两端，小狐狸端坐中间与乔安安面对面。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乔安安颤抖着指尖打开包装，感受着裸机的手感，他眼眶都湿润起来。我终于可以熬夜刷手机了，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甚至感觉自己在做梦。看着四四方方的东西，小白小青不感兴趣地钻回被窝中，倒是小狐狸好奇地挤到乔安安旁边，跟着他一起看起手机。拿着新手机，乔安安笑得阳光明媚，就算小白小青不稀罕，但是小狐狸却窝在他怀里跟他一起刷视频，看着他因为几个没长毛的人类此处自己理解，笑得满床打滚。呲着大牙嘎嘎傻笑的乔安安看够帅哥后才懒洋洋翻身打开后台记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余额再次暴增。上次直播时他被那个疯疯癫癫的男人袭击，手机都摔坏了，他也不知道当时直播情况如何，只知道当时人数不少，后来他全部注意力都在挖坑上，也没再关注那些事。没想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竟然收到不少打赏，金额再次高达4位数。兜里有钱，浑身是胆的乔安安猛然从床上跳起，拍了拍身边昏昏欲睡的小白和小青，笑道：姐有钱了，今晚带你们开开荤，你们想吃什么？小青倒是瞬间精神起来，不断摇晃着尾巴要好吃的。小白一脸无所谓的又用尾巴勾住被子，完全不想离开温暖被窝，说道：姐姐，我们是蟒蛇，若是想让我们两个吃饱，至少得弄只活牛吧。乔安安想了想也对，掏出手机搜索了一下，瞬间萎靡不振，一头牛竟然要2万多，这不比我命还贵。原本还以为身怀巨款的乔安安被现实打败了，
谁能想到一头牛竟然这般昂贵，随便一顿就得上万块。小白看着乔安安不断变换的脸色，躲在被窝内偷笑。别跟活牛较劲了，给我和小青买只现杀的活鸡就行。好久没吃鲜肉了，小青都快被你养成狗了。2只活鸡倒是不贵。乔安安点头答应，又看向小狐狸，乖乖，你还不回家吗？小狐狸宝宝是他在外面拐回家的，跟小白小青这种成年蟒蛇不同，至少得回家说明下情况的。叼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小狐狸想了想，他正是贪玩的年纪，向往城市内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是又怕回家后会挨骂，犹犹豫豫的模样实在可爱。姐姐，我还想在你这里多玩几天，但是爸爸妈妈还在山上等着我呢，我得先回家一趟。再次将小狐狸抱在怀中，狠狠揉捏的乔安安也舍不得，只是随便拐带未成年动物也不太好，他只能将它安全送回家，等对方父母同意后再接回来玩耍。乖乖就是懂事。行，我先送你回家，再给这群家伙买点好吃的回来。这就是冬季，要不然按照小白与小青的饭量，乔安安压根养不起。两蛇是因为天气冷没有食欲，无非就是躲在这里暖和点，不想在野外冬眠罢了。等到万物复苏，小白与小青爬回后山，想吃什么野味没有，将小狐狸塞入怀中，拉上卫衣拉链后，乔安安不顾寒风凛冽，再次骑上共享单车飞驰在城市内。临走前，小狐狸还嘱咐道：姐姐，记得3天后再来这里接我，我还想去你家玩。等将小狐狸放生在那片烂尾楼身后的大山边缘地带后，乔安安恋恋不舍，看着他的身影在林中穿梭，很快消失不见。此时骑着共享单车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乔安安倒是有点无聊了，晚上不能去直播，他倒是空闲出一段时间来，这回兜里还有点钱，但是谁能坐吃山空呢？想着想着，乔安安就逐渐靠近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这里跟城中村内的景象完全不同，好似2个世界。干净整洁的街道上都铺着石砖，路灯璀璨明亮，没有任何垃圾腐烂的臭味，甚至连身边路过的人都打扮精致，时不时还飘过一阵令人沉醉的香水味。看着这里如此光明美好，乔安安除了向往外，更多是心生哀伤。人类正在不断挤压动物们的栖息空间，似乎有更多高等人类不断往上爬，踩着那些不成器的人类攀爬到更高的位置上，这跟曾经他身处的星际时代有什么不同呢？那些维持繁华的星球不断强大，压榨着那些低等星球，最后导致资源枯竭，整个星球彻底毁灭。在那些高等生物眼中，低等生物蠢笨如猪，甚至还不如兽族好用，至少兽族身强力壮，能完成更多任务。轻轻一声叹息，与这里格格不入的乔安安刚想离开，却被人喊住。懒洋洋咬着咖啡的谢山正巧从便利店内走出，热情挥舞着手臂跟乔安安打招呼。嗨！永远热情澎湃的谢山让乔安安再次停下共享单车，歪着脑袋看向这位。乔妹，你来这边有什么事吗？这里可是我的地盘，我熟悉，要去哪里？我送你吧。这个时间看见乔安安，内心不安的谢山完全不想放他离开，不然等他再去直播，说不定还要加班。已经每天靠咖啡续命的谢山实在不想再回警局看队长脸色办事了。没事，我就是来感受下市中区的繁华，等以后赚钱了，说不定能搬到这里呢。这倒是没有撒谎，乔安安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从城中村内搬走，不需要跟其他人合租，他倒是不介意再收留几只可怜的小动物。在寒风中依旧吸溜着冰咖啡的谢山嘿嘿笑着，指了指旁边耸立的高楼大厦。那还不简单，你去这栋楼里挑个位置，我免费让你住。乔安安震惊的眼神看向大楼，再看看谢山，整个人都不好了。老天爷，我以后再也不喊你爷爷了，你丫都没把我当亲孙子，谢山凭什么？虽然乔安安在内心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表面却硬扯出一丝笑容。谢山，你真是富二代。谢山动作浮夸地伸出手腕，闪着流光的手表出现在乔安安面前。给你看看哥的实力，不然你还以为哥平时都在骗人吗？乔安安沉思许久后，非常认真地开口说道：哥，大冬天就别喝冰咖啡了，容易窜稀。再说，你露着手腕，容易受寒，以后老了都会得病的。你得多穿点，秋裤要扎在袜子里面才保暖。面对乔安安突然的关心，谢山不会了。他思考许久后才恍然大悟，乔安安不认识这块手表，只关注他露出的手腕下没穿秋衣秋裤。炫富需要场合，很明显乔安安没富过，他不懂什么叫品牌，什么品牌前面要加上奢侈品。一块破手表能有多贵？他平时都用手机看时间，谁还戴表？依旧喝着冰咖啡的谢山在寒风中轻轻碎掉了。他实在没想到，人生第一次炫富却踢到铁板了。那个哥真有钱，不然请你吃自助餐去怎么样？这里最贵的自助餐，海鲜任吃。这回乔安安双眼放光，笑得更加亲近几分。自助餐就是那种可以随便吃，无论吃多少都可以的地方吗？乔安安在手机上看过这种地方的广告，但是价格都比较高，不如他在小摊上炫蛋炒饭合适。这回谢山愿意请客，他哪里还有理由拒绝？当然，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哥请客，如何？看着谢山这般慷慨的模样，乔安安却犹豫起来。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捏着共享单车，乔安安再次低下头，不太好意思说道：那你得等等我，这里没有锁车点，我得骑回去才行。谢山再次炫富，又败给了共享单车，他有点闹心了。没事，我安排人来帮你还车，你跟我去吃自助餐，下次再带小狐狸跟我玩玩就行。很快，谢山就安排管家过来，看着少爷在寒风中与身形消瘦的姑娘站在一起闲聊，他差点就要说出经典台词。好久没见少爷这样笑过时，却发现这位姑娘不断摇头拒绝着。他家少爷要不是身份是在职警察，他都差点要报警了。谢山，冤枉啊！谢山正在祈求乔安安将小狐狸送给他养几天，并未多想的乔安安直接拒绝。小狐狸在他面前这般乖巧懂事，是因为他能听懂兽语，
两人沟通没障碍，再次是他懂得驯兽的关键手段，恩威并施。野性难驯的动物不少，若是不愿意与人类深交，他从来不会强求的。比如最开始的鳌拜，两人始终保持着距离，一个打劫，一个投喂，他不会多管闲事，鳌拜也不想被收养。小狐狸毕竟是野兽，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弱肉强食，会归顺在身边，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乔安安将那个坏人打倒。他喜欢乔安安，也同样畏惧乔安安，才会如此乖顺懂事。若是面对只会讨好的谢山，还不知小狐狸会闹出多少麻烦来。这个时候，穿着笔挺西装的管家靠近，礼貌问道：“少爷，不知道喊我过来有什么吩咐？”看着站得东倒西歪的谢山跟面前这位颇有些年纪却依旧身板笔直的叔叔，乔安安礼貌弯腰打招呼：“叔叔好，我是谢山的朋友，我叫乔安安。”身居管家职位多年的任叔迎来送往，见识过不少豪门少爷，世家千金，倒是很少遇见这般质朴单纯的丫头。只是看着她如此瘦弱的身板，不知道还以为她在刻意减肥呢。乔小姐好，我是少爷的管家，你叫我任叔就好。管家，这种陌生词汇，乔安安只在电视剧中听过。她再次扬起惊喜的表情，看向谢山。哇，你家还有管家？乔安安想了想，又小声询问道：“你家有王妈吗？你就是传说中动不动就胃疼，需要喊私人医生上门看病，追妻火葬场的霸道总裁吗？”谢山一口冰咖啡卡在喉咙里面，不上不下，差点背过气去。乔妹，我是警察，不是霸总。这里是法治社会，不能随便拦截飞机，我也没有资格挖女主的心肝脾肺肾，然后移植给白月光。再说，移植需要配型的，除非是近亲关系，不然成功率是极低的。再说，敞开后视的羊绒大衣，它里面依旧穿着警服。哥是公务人员，不能知法犯法，以后少看点脑残偶像剧。被谢山在脑门上轻轻敲了下，乔安安不满地撅起嘴：“那你家到底有没有王妈啊？”一直努力憋笑的管家人叔终于忍不住背过身，开始闷声笑起来。没办法，谢家还真有王妈，还是从小看着谢山长大的保姆阿姨，在家里地位崇高，属于见谁都能对几句的狠角色。被笑得莫名其妙的乔安安被拉走，共享单车交给人叔处理后，谢山将他带到一处装潢无比奢华的自助餐厅中。看着这里，大家穿着单薄的衣衫，优雅端着餐盘，时不时停在某处食材前面点评着。乔安安好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入大观园般，处处好奇，却始终不敢乱来。一直到谢山刷完会员卡，带着他走进某处隐蔽的餐桌前，乔安安才放开紧绷的身体。谢哥，你真有实力，这里吃饭肯定很贵吧？4位数的自助餐价格，谢山没敢告诉乔安安，怕影响他发挥。放心吃，反正是自助餐，我们至少要吃回本来才算给商家上一课。得到这种回复，乔安安开始脱下厚重的棉服，又脱掉一层摇粒绒卫衣，才露出她平时穿着的德绒打底衫。看着层层叠叠包裹下的乔安安露出更加消瘦的身材，谢山都快流泪了。这孩子平时到底有没有吃饱饭啊？撸起袖子，乔安安端起餐盘就开始洗劫，各种肉食逐渐在餐桌上堆砌成山。这种豪迈壮举，别说其他顾客侧目，就连大堂经理都被吓到，一直不远不近的跟在乔安安身后，想要提醒，又感觉不太好。等乔安安再次回到谢山身边，经理才看见那双熟悉的金贵身影。这栋大楼都在谢家手里，别说带人来胡吃海喝了，就算把店铺砸了也赔得起。乔妹，你端东西回来干什么？你就选自己想吃的就行，不用帮我拿。乔安安吭哧吭哧又抬回来一盆海鲜，用疑惑的眼神看向懒洋洋靠在沙发上的谢山。我就拿自己吃的，没带你那份。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你再告诉我，我帮你拿，毕竟是你请客吃饭，我帮你端盘子也是应该的。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沉默的不止谢山，还有躲在附近的大堂经理。姑娘，满满一桌，确定能吃得完吗？等乔安安再次坐到餐桌边，左手叉子，右手筷子，乔安安双手进食速度不断加快，她似乎不需要咀嚼般疯狂进食，如小山般堆砌起来的肉山一点点消失，快到看不清动作，几乎只留下一片残影。已经见识过几次乔安安吃饭模样的谢山再次被震惊到，他收回刚刚那点心疼，这姑娘并非瘦弱，实在是太能吃了。谢山面前的餐盘里原本只有一点点牛排，还有半只龙虾，可是看着乔安安这般狼吞虎咽的架势，他都忍不住又去端了一份海鲜小云吞，懒散吃着。乔安安吃着吃着，还忍不住操心谢山，说道：“你吃这么点东西，怎么能吃回成本？要亏钱的。你再去拿点肉，这里的牛肉可嫩了，你多吃点啊。”价格高昂的和牛在乔安安嘴里只是嫩嫩的牛肉。谢山轻笑出声：“好，我多吃点，今天全靠你了，加油！”乔安安用看傻子般的表情看向谢山，给他打上标签：人傻钱多。埋头吃的乔安安并不知道厨房内大堂经理不断催促着众人：“快把东西都拿出来，厨师呢？再喊2个回来加班，外面的东西都清空了，快点出餐，绝对不让客人饿肚子。”乔安安的体质因为他的出现被不断优化改变，经过几次基因觉醒后与普通人区别极大。他不仅可以觉醒血脉潜力，变身成各种兽族，获取极大的力量，对身体负担也很大。他需要大量食物才能平衡体内的转换，这些食物都将融入骨血中，成为他的能量。看似吃进身体内的食物以极快的速度消失殆尽，再次隐藏在体内四处，等待乔安安再次召唤，迸发血脉力量。谢山眼睁睁看着那些重量级的食物一点点被乔安安消灭，他从最开始的震惊到最后的震惊，除了目瞪口呆外，他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来描述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原本以为乔安安只是没钱吃饭，现在他终于顿悟了，他只是没钱吃饱。这种饭量想要吃饱不容易。等乔安安终于停下筷子，优雅拿出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对着谢山扬起无比感激的小脸时，他才缓缓闭上嘴巴。这里真是好地方，竟然可以无限畅吃，以后我要常来。躲在拐角时刻监视着情况，
准备继续上餐的大堂经理有点腿软，有点缺氧，无助地抬起手自己掐着人中。谢山只能尴尬地咳嗽2声，把这里当食堂，性价比可不高。你要是喜欢这里，我以后再请你来吃饭，怎么样？到时候你把小狐狸带上，你要是不放心，给我养着玩，给我摸摸也行啊。谢家吃穿不愁，他妈原来也爱喂养各种宠物，他对那些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对待小狐狸的态度却不一样，除了毛茸茸的外表外，似乎通人性般，实在可爱。看着谢山如此死缠烂打的模样，乔安安没办法，也只能勉强点头答应下来。有他在，小狐狸至少不会惹是生非。好吧，我也不能让你白请我吃饭，我过几天去接小狐狸回来玩，到时候我联系你。从外衣口袋内拿出新手机，乔安安打开绿泡泡，让谢山加他好友。咦，你换新手机了？之前被那个疯子袭击，乔安安的手机似乎已经摔坏了。拿着新手机爱不释手的乔安安还在脸上擦了擦，感受着裸机完美的质感。看见谢山满脸疑惑的表情，他才像献宝般将手机拿出来展示。不是你们大家一起出钱给我换的吗？什么时候事情？他怎么不知道？虽然今天他在警局内进进出出无数次，但是从未听任何同事提起过这个事情。平时这种需要花钱的事情，肯定是谢山最积极，这回竟然没听说。他似乎联想到什么事情，微微挑眉。队长说的，完全没看出谢山探究的眼神。乔安安继续感谢道：是啊，今天早上木哥送给我的，太感谢大家了，你们都是好人。好人？哼，他们可不仅仅是好人，更是某人的垫脚石。我好像闻到一丝八卦的味道。人类最大的好奇心就是对八卦的探知欲，谢山更是没想到冷漠冰山也会开窍的事情，竟然假借各位同事的名义，暗中给女生送礼物。完全没领悟到话中深意的乔安安抬手在身上闻了闻，之前去垃圾山中寻找鳌拜，倒是染上不少臭味，为此他连续几天去泡澡，就是想将自己洗干净。有什么味道？我这些衣服都是刚洗完的，不可能有味道的。看着完全没接受到队长信号的乔安安，似乎已经洞悉真相的谢山很想推下眼镜，假装高深莫测，奈何他并不近视眼，只能眯眼笑着。没事没事，我知道了，走吧，我先送你回家，最近不太安全。最近总听到这句话，乔安安隐隐嗅到一丝危险的味道。事情很麻烦吗？乔安安故意小声询问，却被谢山果断拒绝。乔妹，哥虽然很想跟你成为朋友，但是有些事情我也不方便透露给你知道的。你只要记住，最近别深夜出门，直播间停吧。无论是木子墨还是谢山，在面对这件事上态度都非常严肃认真，不容拒绝。我知道了，最近我会安分守己守在家里，不去直播了。兜里还有点钱，暂时活着不成问题。约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乔安安准备起身离开时，又开始穿戴上厚厚的颗粒绒外套。大堂经理看着两人准备离开，瞬间满血复活，再次扬起笑容出现在餐桌边。祝两位用餐愉快，这里还有2份甜点，已经打包好了，送给2位。乔安安惊喜接过，递给谢山一份，不断感叹今天真是无比幸运，不仅收到了新手机，还吃到饱饭，好开心之类的。等两去乘坐电梯时，谢山说直接去地下停车场，他去取车送乔安安回家。站在电梯口等候的乔安安正无聊，却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一只小老鼠躲在角落对着他招手。人类，你怎么也来市中心了？这里可危险了，你快走吧。乔安安下意识抬头四处张望，确定摄像头的位置后，才悄悄挪动位置，躲在某辆大型切诺基身后。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打听到消息了吗？在人类世界，金钱才是硬通货，但是在乔安安手里，廉价小香肠才是最好用的。熟练打开一根香肠包装，丢给小老鼠，他靠着旁边大口啃食着，才逐渐恢复体力。这下面竟然还有好几个人类，难怪这里的地头鼠们不准任何外区势力靠近，生怕我们得到消息来抢夺储备粮。我是跟着原来搬迁过来的远亲套近乎，才有机会过来玩的。在小老鼠的讲述下，乔安安了解到不少情况。那些远亲跟这位小老鼠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但是这些年他待在城中村那种破地方，没啥出息。这回也只是单纯想跟这群穷亲戚炫耀下，才会邀请他过来玩。当然，只是过来看看，不准带走任何事物那种。小老鼠也聪明，他来打探消息，肯定要往中心区域靠拢，借故想来好地方看看。误打误撞，正巧进入储备粮那里，亲眼看着无数同类分食着人类，把他吓坏了。因为心虚，小老鼠想要尽快离开，正巧在经过某处下水道时，嗅到了乔安安的味道，他就直接爬出来了。人类，我现在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对劲，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害怕。小老鼠一直在发抖，乔安安于心不忍，从口袋内拿出纸巾，将它包裹其中，直接揣进口袋内。缩成一团的小老鼠这个时候才缓缓稳住情绪，跟随乔安安的步伐，趴在口袋内沉沉睡去。等谢山开车回来时，他远远看见乔安安，还想再调侃几句，却注意到明明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庞，但是气质却发生了改变，浅淡的梨涡消失不见，微微蹙起的眉头，眼眸中闪烁着截然不同的光芒。轿车缓缓停下，乔安安却没有上车，只是弯腰从副驾驶的车窗位置上探出脑袋。很抱歉，你今晚可能还要加班。加班，某些不好的记忆再次将谢山包裹住，他脸色微变，马上拿出手机联系队长。队长，我在金融大楼，乔安安说这里也有味道，你带人过来吧。木子墨听到乔安安的名字愣了下，依旧没有耽误时间，马上开始穿衣服，联系人员赶到。下车后，谢山悠悠一声叹息，眼神哀怨地看向乔安安，乔妹，你这狗鼻子这么灵敏，真不考虑加入警队吗？乔安安却没有心情搭理谢山，只是按照小老鼠指挥的方向开始丈量距离，一点点在地下停车场内开始来回走动起来。等他确认好位置时，木子墨也带人赶到了。披着黑色大衣，木子墨额头上还有汗水，
看见乔安安又想嘱咐几句，最终还是忍了下去。知道具体位置吗？乔安安在原地蹦了几下，暗示就在这里。木哥，这里好像不太对劲，应该不少人在下面。听到这句话，木子墨与谢山交换眼神，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前普查失踪人口时，就发现不少人在前后时间不断失踪，但是这种大城市偶尔有人离开，不告而别回老家，或者是因为躲避各种债务玩消失都很正常，并未引起多少怀疑，但是警方还不敢确定情况。现在这种猜测可能要得到证实了。木子墨马上安排人联系物业，这些产业多少都跟谢山有点关系，看在这位大少爷的面子上进行无比顺利，很快就有人拿来下水道图纸，按照乔安安支出的位置开始绘制路线。这会没人关注乔安安，他就悄悄跟在所有人旁边一起观看图纸。很快，乔安安注意到这里不同寻常的地方，因为是市中心，当时怕出现暴雨积水的麻烦，下水道也是花费重金规划修建出来的，内部通道宽敞不说，更是四通八达，直达海岸线。就在所有人都沉默观察情况时，一双白净小手在某处点了点，这里倒是很适合人类居住。那个地方就在金融大楼边缘地带，除了自来水管外，没有任何污水系统，应该是下水道内难得干净的地方，正好与丢弃尸体的背道而驰。谢山正巧站在乔安安身前，听到这句话，瞬间联想到什么，脸色大变。我之前下班时路过这里，还奇怪，明明没有到检查排水系统的时候，为什么井盖下面会有亮光？我当时没有多想，难不成真有人住在下面？那天正巧谢山因为加班，深夜才满身疲惫的赶回家，他想套门禁卡，困得迷迷糊糊，不小心掉落在地。他蹲下身捡东西时，正巧对上井盖缝隙处一道光亮闪过，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没多想就回家睡觉去了。现在因为乔安安这句话，他才将所有奇怪的事情联系到一起。你们几个留下等待物业人员赶到，跟着一起去这里查看情况。你们跟我走。木子墨带领几位年轻警员离开，谢山慌忙想要跟上，却被他拦住。你已经下班了，没有装备，就留在这里负责联络就行。惨遭拒绝的谢山也不气馁，果断点头答应，拿出对讲机调整好信号后，才转头看向乔安安。你是如何判断出这里适合人类居住的？身为好奇宝宝的谢山不耻下问，却把乔安安难住了。现在社会繁华热闹，各种福利待遇都极好，实在活不下去，甚至可以去各种地方求助，保证温饱，有地方落脚并不困难。但是曾经的乔安安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某些资源枯竭的星球上，除了荒芜土地外，甚至还有各种毒气笼罩。很多生物为了能活下去，不断挖掘地下生存体系，排水渠内部就是极好的地方。但是这些冷知识，乔安安很难教授给谢山，只能尴尬扯出专业傻笑。因为没钱时，我也勘察过这些地方，打算住进去的。如何一句话击溃男人的心房？乔安安做到了。谢山内疚到无言以对，只能默默转开视线，假装看向远方。就在两人互相尴尬时，一声枪响打破宁静，谢山直接将乔安安拉入视线死角中，将他掩护在身后。你待在这里不要动，我去看看情况。谢山想走，却被乔安安一把拉住，直接堵住嘴。光线昏暗的地下停车场内，远远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明显，嫌疑人往这里逃窜而来。谢山想去阻拦，却被乔安安死死禁锢在原地。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看似瘦弱的姑娘竟然这般有力气，她甚至连出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在黑影从面前闪过的瞬间，乔安安出手了。一直被他小心翼翼护在怀中的甜点盒子，好像炮弹般飞出。男人正在仓皇逃跑，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直接摔倒在地，发出闷哼。等他再想爬起时，就被谢山踩住背部，不得动弹。很快，身后追赶的人也赶到了，看着谢山将人踩住，马上掏出手铐。就在手铐扣上一只手腕时，被踩住的男人发出巨大的哀嚎声。无数老鼠从下水道内爬出，不断涌向众人。谢山只感觉有什么东西爬上裤腿，等他低头看去，下意识想将老鼠甩飞，趁着此刻空隙，被踩住背部的男人翻身跃起，无数老鼠让开道路，让他离开。其他警员想要继续去抓人，下脚就有无数老鼠被踩死，发出滋滋的惨叫声。路面已经被老鼠拦住，乔安安却从角落内窜出，一声口哨声在地下停车场内回荡。那些好似发疯般老鼠逐渐恢复正常，惧怕着人类的身躯四处乱窜，再次隐匿在下水道中消失不见。等乔安安追出去后，男人的身影已经钻入人群中。看着男人的身影隐匿在人群中消失不见，乔安安却脸色逐渐阴沉下来，从口袋内拿出被纸巾包裹住的小老鼠，去找那个身上有你同类血肉味道的家伙。吱吱一声叫唤，小老鼠在人类脚步下迅速奔走，再次跃入排水渠中。等木子墨与谢山众人摆脱老鼠们的袭击，终于跟上来时，却只看见乔安安独自站在寒风中。人呢？木子墨的右手还别在身后，很明显是摸枪的动作。谢山还心有余悸，那种不断往身上爬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他现在都感觉浑身不适，脸色发青。好了，他应该将外套丢了，躲藏在人群中，我根本没办法继续追下去。乔安安用手指了指，不远处还丢着一件满是脏污的外套。木子墨狠狠皱起眉头，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也只能恶狠狠地跺了下脚，发出闷响。乔安安略微不安地摩挲着手指，那个男人身上有他熟悉的味道，类似鼹鼠人的味道，只是这里是蓝星，一个从未与任何星际有联络的陌生星系，不应该出现这种生物的。谢山还在龇牙咧嘴的浑身抖动着，让乔安安非常不爽地瞪了过去。不过就是几只老鼠，你怕什么？哦，这个事情很难解释的。虽然谢山不怕老鼠这种小东西，但是这些玩意趴在身上还是很恶心的，尤其是寄生在下水道内的老鼠，鬼知道身上有多少病毒啊！被对得无言以对的谢山只像求助般看向队长。木子墨完全没心情安慰这位大少爷，转身再次冲入地下停车场内，掏出手机不断联系人来封锁现场。
倒是乔安安慢慢悠悠地跟在身后，假装内部人员般悄悄跟上。很快，乔安安也出现在那块适合居住的地方，空气中还能隐约嗅到一点点硝烟味。部署好所有事情后，木子墨抬头就对上乔安安那双比以往都锐利的眼眸，他无比认真地问道：“为什么会开枪？正常就算有人类居住在下水道这种地方，警方也只会将人带走，调查清楚后安排救助事宜，绝对不会贸然出手，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才会警告对方。”原本这些事情是不方便透露给乔安安知道的，但是今天所有重点发现都有他的点拨，木子莫名紧拨唇，最终还是轻轻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悄悄潜入下水道内部时，他正在啃食尸体。听到这里，乔安安神色再次严肃起来。鼹鼠人会模仿所有生物的习性，但是他们畏惧光线，只能隐匿在地下昼伏夜出。但是大部分鼹鼠人都会逐渐融入社会生活中，假装是正常人般结婚生子，在陌生星球上卑微求生。因为他们除了模仿这种特殊能力外，几乎全身上下都是基因缺陷。畏光就代表他们很容易生病，如果有特殊情况，只能配合。肌肤在接触过紫外线后会被灼伤，这种伤口极难恢复，长期折磨着身心，很多鼹鼠人都会死在这种痛苦中。其次就是这种生物智商不高，极少有领主意识，大部分都散落在各种星球上，不断模仿，不断融入，最终靠着不断繁衍变异，成为本地人。这个鼹鼠人似乎跟乔安安以往接触的过那些蠢笨又善良的家伙不一样，他知道隐藏在对他最有利地方中生活，正常人类都不会注意到下水道内还有感觉安全的区域，但是他发现了。如果只是智商不高的普通鼹鼠人，他们只会隐匿在此，不断模仿人类，然后去找适合体质昼伏夜出的工作，接触更多善良的人类，快速繁衍生息。鼹鼠人害怕孤单，喜欢有配偶的生活，感情单纯又真诚，就是那种只要认准彼此就会永远守在伴侣至死不渝的类型，甚至碰到早逝的爱人也会彼此殉情。不对劲，很不对劲。异变的鼹鼠人有同样的习性与味道，但是智商极高，性格残暴。这个家伙很危险，你们要想办法尽快抓到他。这是乔安安最后留下的忠告，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并不想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他再次被人盯上，可能会打破这份宁静生活，再次成为臭名昭著的逃犯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乔安安过够了，他想努力赚钱，然后去郊区租个便宜的小院，带着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继续生活下去。木子墨看着乔安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他明明表现是无比的亲和力，似乎每个与他相识的人都会极力夸奖。她像是模板中走出的单纯善良的姑娘，拥有悲惨的身世，又努力上进。可是木子墨总感觉乔安安对所有人都无比疏离，他跟每个人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不想亏欠任何人。因为邻居大爷曾经在乔安安没钱吃饭时送去几碗面条，他就答应帮大爷在车祸后打扫街道。因为早餐店的老板娘看乔安安总是吃不饱，每次都给他多装点包子，他也会经常去帮忙洗菜绞肉。因为木子墨请乔安安吃过几次饭，他也会发现很多线索后暗戳戳提醒着他。乔安安就是这样，将每件事情都算得特别清楚，总不想亏欠任何人，这种感觉很奇怪。他像在努力融入大城市的生活中，又在不断隔绝这个世界。他不想跟牵扯太多，似乎在隐藏着无数秘密。